裴大人，陛下的诏令下的一道又一道，可算把您给盼回来了。陛下身子如何？太医说，恐怕就这2日了。眼下贵妃正领着后宫妃嫔会在殿外求见。奴才奉命南下绞杀叛贼，幸不辱命。如今携捷报归来，望陛下圣裁。神旨，朕终于盼到你回来了。药都凉了，你们平日里就是这么伺候陛下的吗？滚！是。神旨回来，朕终于可以安心立下传位遗旨了。替朕传旨。朕受皇天之命，因大位于世，乃受皇天之命，因大位于世，乃今构极弥堵，唯念祭祖得人。仁孝明达，素德天成，皆转位于太子。太子荒淫无道，难堪国之重任，今废除其太子之位。神旨。写。是。陛下，可还记得20年前皇宫的那场屠杀？你是谁？皇有令，明日是征西大典，前朝余孽，今夜一律祭亲。背后带着刚出生的孩子，肯定跑不远，快走！快在这儿等快！怎会有婴孩的哭声？一个后头不能留！在那边抓住他！卓上贤，你既已臣服陛下，为何又护着这前朝废后？陛下有令，废帝相关人等一律斩杀！你胆敢抗旨？抗旨？谁看见了？娘娘，上贤，我不怪你另择命主，但望你能卡在我救过你一命的份上，放过这个孩子。凤娘，你到底是谁？当年你杀死在龙椅上的那位，是我的父皇。
如今这江山一片狼藉，真是可笑的很。公公饶命，奴才刚才什么都没看到。裴公公要奴才写什么，奴才就写什么。你倒是忠心的很。现在，谁人能执掌这江山？谁又配执掌这江山呢？难道义父，太子自知无才无德，已经自愿离宫去了。遗诏拿到了吗？拿到了，地位暂时空悬。义父接下来准备怎么做？这朝中近日动静不小，当然是要挑一名新帝来整肃朝纲了。传令下去，命所有皇子前往大殿候旨。我还以为义父会立我为帝呢。慎之啊，你身为前朝皇子，贸然称帝，定会引得朝廷动荡不安。孩儿自然知道，世人皆知我为宦官，自然是做不了这个皇位。只是，孩儿心中难免会有些失落罢了。知道我儿受委屈了，不如这新帝便由你亲自来定，这样够不够解我儿心中苦闷？听起来倒是不错。等等，北边评判季已结束，你是不是忘记归还义林军虎符了？陛下急召而归，汉军尚有残部仍虎视眈眈。待我处理干净，必将虎符归还义父。逆子，烦死了！姑姑，您怎么起来了？不过是受了点风寒，躺不住了，心里挂着这残局呢。我陪你下。好。不是要同众皇子去给陛下请安，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啊？父皇病重，我和众嫔妃都被拦在了门外，但情势有些古怪。我回来这一路上连个侍卫都没瞧见，可宫中那几处主殿却守卫森严。我怀疑……你怀疑什么？我怀疑父皇已经崩殂了。殿下，殿下可将这番话说给旁人听？不会的，我谨记姑姑的教诲，要谨言慎行，莫要引人注意。你女儿身的身份，我们守了快20年了，终于有机会逃出宫。带我们出去，就再不用因此担惊受怕了。我去请太医。你们干什么？别走！姑姑，走！小五，姑姑。
还有2个时辰，夷陵军实行营便可抵达皇城都，对卓尚贤的护庭军发动突击。长司大人，皇子们稍后便到，请长司大人议事厅等候。到底还要等多久？裴慎之，你叫我们过来究竟要干什么？陛下驾崩，太子无能，已经自请废位离宫。胡说！父皇在何处？我去见他。太子离宫。陛下口谕，国不可一日无君，令臣在诸位皇子之中代责明君。一个阉狗，也配妄议皇嗣？见玉玺如见陛下，各位慎言。陛下以武立国，所以得到这玉玺的方式很简单。怎的身上如此燥热？看来诸位皇子都谦让得很，可这玉玺总不能无主。臣受陛下之托，不可不忠君之事。既然如此，那便由三皇子来继承大统吧。走了。你们想干嘛？如果他们对三哥下了手，那除掉我也只是顺手的事情。我还想留着你和姑姑出宫。四哥，单论武功，你肯定是最强的。可是长幼有序，理论上二哥才应当继位。三哥和我两边都不沾，继位是不可能的。要不，你们商量一下，都是兄弟，不要手足相残啊！五弟说的对，二哥，我支持你继承大统。好弟弟，先问我的刀同意不同意？二哥小心！敢拦我，不自量力！老二。父皇，父皇，心术不正，丧尽天良，竟然谋害同胞兄弟！我要杀光任何敢阻止我登上皇位的人，连你也不例外！我要杀光你们！杀！留意到了幻神香，这位五皇子似乎还有点意思。你疯了！疯？我想这皇位早就想疯了。他们都能争，为什么我不行？五弟，你太天真了，你真以为他会把皇位给我们吗？裴大人，父皇将玉玺托付给你，
若一息损坏，看你到时候怎么和满朝文武交代！那五皇子想如何呢？我武义皇位，只要你肯放我出宫，还有我姑姑。哦，只要裴大人答应，我们二人永不回宫。我呢，此生最讨厌的就是皇宫中生死相依的戏码。要不这样，武义皇位可以，你杀了你姑姑，我放你走；亦或者是我杀了你，放他走，如何？恕我都不选了。烛火长点几度春秋，爱恨几笔风萧。杀了你，这里的真相便无人知晓。只不过我现在愿意让你选择，你选还是不选？血染誓言几曲温柔，恩仇几时宿命入心头。很好。不朽，乾坤落，不问来去，不昧因果。高台宗是你是我还是王裴大人，不要为难姑姑。恨我一朝风云踏破苍穹一梦，半生山河久。一步遥望少年回眸一幕，终生皆俯首。其实你还有你的选择，你登基为帝，你和李姑姑便都能活。裴大人，为何选我？五皇子自幼失势，势单力薄，易于操控，是所有皇子中最适合的皇帝人选，不是吗？我答应。臣裴慎之恭迎新帝登基。为何迟迟不动兵？收收你急躁的性子，但从长计议。大人，大人为何不动手？大人所图之事，乃是民心所向。眼下胡廷军势力分散，是难得与卓尚贤划清界限的机会啊！神行营的兄弟们已经做好了殊死一搏的准备。说实话，我对大人的选择很失望。阿泽，你可知这次平叛死了多少人？1631人，是4368人。这些数字根本无人在意。所谓的国君和叛军，最终不过是胜利者书写的击毙亡魂罢了。咱们这位大明皇帝，自开国以来，引发杀戮无数。阿泽，我杀了很多的人，怨我的、恨我的、族我的，与我毫无相干之人，我杀了很多。我早就杀绝了。通知下去，御林军暂且城北驻扎吧。遵命。宫墙里拨云诡谲，你这棵无人在意的野草，
且看你能不能活过来吧。真想知道，日后你是开的鲜花，还是结的恶果。裴长司，新帝登基吉时快到了。知道了。陛下，该上早朝了。知道了。陛下，奴才进来服侍您穿衣。不用。是。姑姑还病着，也不知我查的对不对。罢了，先把早朝衣服过去再说。新帝登基是一旦。大宁皇帝令，仅于今时知告天地及皇帝位，朕深明先皇付托之重。自欲幸事至治，必当革故鼎新，保我大宁和清海晏，百姓安乐，永昌勿替，万世千秋。其余皇子，着令即刻启程复藩，不得擅自归京。朕自为良德，上赖清贤。今委擢上贤以辅弼国政之重任，擢裴慎之为御前掌印太监。助朕处理日常政务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平身吧。擢辅国忠诚可嘉，特开先例，在御台侧设座，以彰显辅国之尊荣。不合理智啊！谁来解释？闭嘴吧！陛下，百官尚未向擢辅国道贺。众卿，当依礼向辅国大人致贺。恭贺擢辅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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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！臣左都御史贺延白不跪。贺大人为何不跪？我为何要跪你一个将死之人？历史上宦官乱政，就于逆天而行，不得善终。尔等朝臣竟向此等阉党屈膝，辱我世人之名，真乃天下笑柄。我贺延白不跪。贺大人的胆色真是令人钦佩。我辅国之职乃陛下亲封，你不跪，便是对当今陛下的藐视，是大不敬。难道你就不怕死吗？人终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若我因不跪阉人被杀，那便是我死得其所，我乐得快活。
陛下若为明君，就应将这祸乱朝政的阴人父子赶出朝堂，杀之而后快。陛下，此人居心叵测，在暗示陛下并非明君，当立即斩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陛下，陛下，陛下明鉴，恩师贺大人心系天下，绝无藐视君王之意，求陛下开恩。你一个小小的翰林院编修，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陛下，请陛下开恩，饶过贺大人，求陛下开恩，求陛下开恩。霍成，求陛下开恩，求陛下开恩，求陛下看在他为江山社稷鞠躬尽瘁的份上，饶他一命。求陛下开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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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求陛下开恩。朕怎么觉得辅国大人中计了？贺大人乃儒林巨擘，名声遍布天下。若是他因为秉公谏言被杀，我怕传出去，辅国大人会遭到群起而攻。到时候辅国大人倒了，朕这皇帝也做不成了，这不是正中他的下怀吗？来人，将贺延柏拖下去，重打10大板，革去监察御史之职。贺大人，今日起，你便告老还乡吧。叩谢陛下隆恩。辅国大人，您看这么处置可好？陛下既然已经下令，又何必来问老臣？臣拜别陛下。买条黄牛，缺种田，节迁茅屋，傍林泉。因此老去无多日，且向山中过几年。这贺延柏像茅坑里的臭石头，又臭又硬，用不得留不得，烦死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现在该去会会我们的小皇帝了。辅国大人到。辅国来此，是有什么吩咐吗？你明知我要的是贺延柏的命，你竟敢忤逆我的意思！辅国大人，我在朝堂上说的都是肺腑之言，更何况我忤逆您的意思，对我自己有什么好处？你以为你当了皇帝，我就不敢杀你吗？辅国大人，留着他还有用。我当然知道。我得让他知道，在这个皇宫里，究竟是谁说了算。辅国大人，我知道。你选的人
自己把它调教好。是。欺人之道，在于先自弃。要是露出爪牙，岂不是在告诉别人，你并非是一只温顺家猫，而是一头凶猛的野兽？裴大人，是在提醒我，还是警告我？你不改就何言白？确实不敢。不过，这世间有很多事，不是通过权衡利弊去做的，不是吗？还好现在只是受些皮肉之苦，也算值得。哦，若不是我刚才救你，你已经被辅国大人掐死了。你们父子二人皆为宦官，总该需要一位傀儡皇帝来操控权势。现在就剩下我和三皇兄，若在登基之日，你们便杀死我这个皇帝，即便你们将我的死因处理得再天衣无缝，恐怕三皇兄也不敢来接手这个皇位。所以，你们现在并不会杀我。与其说是裴大人在为我求情，不如说裴大人是为辅国大人有台阶可下。陛下，李姑姑醒了。来，翡翠玉龙羹、琥珀鸽子蛋、玉带虾仁卷、玛瑙肉丸子，走。哟，陛下，这不妥。我说妥就是妥。来，姑姑，你现在身份不同以往，不能再这么孩子气了。好吃。姑姑，我要吃你那个。慢点，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你不抢，才能达到目的。有目难调。你记住，你出生时正值夏国覆灭，你的人生就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复仇，以为亡魂。陛下慢用。姑姑，我错了。我们约好的一起逃离皇宫，眼看就要实现了，却被我毁了。我知道，你非到万不得已也不会走上这一步。只是今日，你坐在了这世上最瞩目的位置上，你女儿身的事，恐怕是藏不下去了。我知道，陛下，我们逃吧。逃？怎么逃？这些年，我一直过得提心吊胆。筹谋多年，总算打通了一条出宫的路子，总归是条退路。可是姑姑，如果我们现在逃离的话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会。但深宫就像一盘棋局，我们已经只剩下2个气口了。想要活棋，只能异中出现，或许才是唯一的活路。姑姑说的是。此香安神，陛下睡前可常用。这么晚了，
裴掌印还有别的事吗？有，伺候陛下沐浴就寝。这种事情让李姑姑来做就行了，怎好劳烦你啊？对，这种小事向来都是由奴婢侍奉的。陛下想必也已经习惯了。那陛下便从今日开始习惯我吧。毕竟侍奉陛下也是臣的职责。不必了，你退下吧。陛下这么慌张，莫非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秘？裴掌印，不，姑姑，姑姑，你退下吧。陛下，我有话要和裴大人说。你再动一下，我就杀了你。裴大人，既然说侍奉朕，那能否答应朕一个请求？啊？什么要求？侍奉朕的人，自然要迎合朕的喜好。其实，朕早就发现，裴大人要比其他公公更英武许多，更惹朕喜爱。陛下，你究竟想说些什么？朕的意思，自然是雨露恩泽，可以吗？臣不懂此道，往后还是让李姑姑接着服侍陛下吧。可以吗，裴大人？裴大人！裴大人，宫中有异动。快歇息吧，陛下。谁派你们来的？裴大人是来杀我吗？陛下没事吧？找地方躲起来。
怎么没有声音了？不知。没事了，出来吧。陛下，副国来了。陛下，今夜来了很多刺客，全是精心培养的死士。幸好宫中防备及时，否则不堪设想。死士？谁派来的？请陛下下令彻查，否则你我性命忧矣。陛下果然聪慧，这天下第一残局已被陛下破解了。和姑姑对弈此局近2月有余，才勉强想通这棋局为何叫玉石俱焚。姑姑，你是不是对此棋另有解法？我并不确定，但确实已有些思路。姑姑，你有没有觉得今日宫里异常安静？应是前日发生了刺杀的缘故，宫人们都有些谨慎吧。陛下饶命啊！为何如此慌张？不过打翻了茶水而已，朕为何要杀你？你不说，朕便真要取你性命了。奴才不敢说，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是。他们不死，你就得死。你不必为此感到自责。是吗？你当真觉得他们都该杀？他们都是参与谋逆的太子。裴大人，谎话多说几遍，便真的能骗过自己吗？好，那他们便都是该死之人。张延庆，川西巡抚，为解水患，身先士卒跳入堰口疏雨，几乎舍了命，才救下了两江百姓。赵昌吉、光禄寺属政，为替百姓伸冤，
拖着病体奔波数月，最后落下终身残疾。沈汉文，平西府守将，为了抗燕兵入侵，3个儿子都死在了战场上，他一夜白头。还有岳桂山、任海滨、于长平，裴大人，在你眼中，他们当真都该杀吗？是，他们都该杀。陛下，如今你身处高位，判断一个人该不该杀，并不是看他政治上写了什么，而是他是否站在你身边，成为你统治天下的利器。可他们曾经都是为国分忧、为民解难的一方良臣，是什么让他们忘记了胸中的抱负？是什么让他们背兵站队？是这个凉薄的世和混沌不堪的大宁。他们就算是错，那也是大宁的错，是你们这些祸乱朝纲、只手遮天、换党的错，也是真的错。陛下若不干，为何不亲自搅弄风云，拨乱反正呢？裴大人，裴大人，李姑姑找我何事？陛下已经3日滴水未进，日渐消瘦了，我实在是担心他的身体。我去看看。裴大人，陛下幼时大病一场，吃什么吐什么，性命危在旦夕。后来，奴婢拜托探亲工人带回了城外秦安乡12糖水铺的豆花乳，陛下吃了以后，病气去了大半。可否拜托裴大人帮忙，请人带回？你敢差遣？奴婢不敢。陛下待我如亲人，看他这般，奴婢实在心忧。但奴婢在这宫里，实在不敢相信其他人，唯独裴大人在宫中会照拂我们主仆，且能够在宫内外来去自如，所以奴婢才斗胆开口。求您了，求您了，求您了，求您了！明日辰时我会送来。陛下，来人！昨夜可有人进出？李姑姑说，陛下想沐浴祈福，便换了10多名宫女一起前来侍候。10多名，进去之时几人？出去之时又是几人？这……陛下不见了，封锁宫门城门，暗中搜寻。立刻！是。情况如何？裴长爷，宫门城门都已封锁，暂未发现陛下踪迹。今日出城之人的通关名册呢？通关名册。此香安神，陛下睡前可常用。这追魂香还是派上用场了。看来
你已经出城了。你以为这天下还有你的容身之地吗？姑姑，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动静，我们歇会儿吧。来，喝水，喝水。我们某时便已出城，循着这山路赶了大半日路，想来他们一时也不知道我们往哪个方向走了。那我们歇会儿吧。好。想什么呢？没什么。 20年了，终于逃离那个地方了。纵使是牢笼，也是我们生活了20年的家呀。姑姑，有你在的地方就是家。等到了临川镇，一定要去尝尝姑姑说的玉露团。好。 我抓到这只羊的时候，有一头狼想抢我的猎物，就学老虎叫，嗷嗷，竟然把狼给吓跑了。收获不错啊！那个女丑小郎君是不是在看我呀？啊？你是谁？为什么来我们村？ 各位姐姐，在下途经此地，已近黄昏，请问附近可否有地方落脚？这方圆20里地都没有客栈，只有我们村可以暂住。那可否容我和姑姑2人去村中借宿？我姑姑她就在附近。你姑姑可以，你不行。我们村不方便男子留宿。哦，姐姐们等一下，我是女人。 啊！我回来了，饭做好了没啊？饿死！回来了，哎。慢点。有胆不是我。 哎，坐这儿吧。王贵妃，我可等你很久了。你们先进去吧，我有点事儿。哎，哎呦，拿着，拿着。哎，别动我妹子，什么德行？挺大老哥喜欢欺负小姑娘。 你呀，哎，快来快来，吃饭了啊！赶紧分一下，多盛点来。小五姑娘，快趁热吃。
谢谢。这是桂芬姐在山上打的野山羊吗？就她胆子最大，只有她敢背着弓箭往山上跑。给，姐姐们都很厉害，能背那么重的炭石和竹子。那可不，来点。今天是我们的上山日啊，姐妹力气可不比男人差。你再给我来一把。来，说来有些冒昧啊，刚刚进村，村中好像并无男人。今晚村没男人。村里的壮丁都被抓去充军了，差不多全死在外面了。官府还把我们的地占了，我们自己的地现在还要给他们交租才能用，他们还肆意涨租，这样荒唐的事，天底下都没见过几件。妹妹嘴碎，莫怪莫怪。如今村里只剩下小土豆的那块地了，别看他年纪小，可是唯一的男丁，是咱们军来村的小村长呢。我是村长。姐妹们，孙大强同意帮我们向乡绅说说情，我们的田租可以暂缓些10日了。桂芬姐真厉害。那是我桂芬姐上山能补羊，下山赶流氓。哎呀，行了，别贫嘴，快吃饭。哎，你俩打哪儿来的？哎，让我来猜啊，你们肯定是被夫家休弃，路上结识，以姑侄相称，慕名前来我们寡妇村的。是啊，我们不是吗？不是啊。啊？误会误会，来吃来吃，哎，多吃多吃，吃肉吃肉啊！好。她竟然是女人。还好她是女人。忍一下，这样好得快些。如兰姐，俊来村为何叫寡妇村？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。我原本也不是俊来村的，是个喜好医术的外乡女子，到了年岁便在母家的安排下嫁了人。但行医救人，定少不了抛头露面，结果引来了很多闲言碎语。夫家嫌我不守妇道，将我休妻；母家嫌我坏了名声，将我拒之门外。走投无路下，便去投河。是桂芬姐把我拉了回来。慢点啊！有啥想开的？有啥看不开的啊？傻妹子，受欺负了，我帮你出气。你要是没去处，就跟我回村。以后谁胆敢欺负你，我绝不饶他。他将我带回军来村，鼓励我继续行医救人。在这里，大家把我当成真正的大夫。这件事不知怎的被宣扬了出去。再加上兵役那场大祸，10里8乡的姐妹们便相继前来投奔，慢慢的就形成了寡妇村。大家互相陪伴，互相依靠，就这样共度余生，真的挺好的。等我以后老了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加入你们呢。小五，
该起床啦。姑姑，你就让我再睡会儿吧。我知你昨天累坏了，可是已经快50了，先起来吃点东西。救命啊！快杀人啊！杀人了！让开！你快撒手！我咬人了！你们凭什么杀人？孙大生，你昨天才收了我的银子，今天就不认账，你还是不是男人？哎，就是啊，这事儿可与田租无关啊，我只是带胡老爷过来。这布是你们拿去市场上卖的吧？这不是我们织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呸！看什么看？臭流氓！给我张嘴！跟你拼了！后退！我不后退！放手！放开！你打我！大爷你们啊！你们敢伤我？我们没有啊，而且是你们先动的手。你们怎么能来村里随便就抓人呢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对呀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秦南县新颁布了政令，没有市券，不得私售布匹。整个秦南就胡全老爷一家独售，你们私下售卖，这就扰乱市场，抓你们那是理所应当。现在还敢伤人，罪加一等。带走。谁？这大白天的，佛祖显灵了。真有佛祖啊！该不会是有什么脏东西吧？你们坏事做尽，天上的眼睛都看着呢。官差老爷，我看今天就算了。不过军来村的人私售布匹，这事儿必须得给个交代。不管是神是鬼，还能护着他们一辈子不成？走。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交罚金？就算这次凑够了，那下次呢？这次是不让私售布匹，下次我看连小土豆的地都保不住了。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没事儿，大不了就全部租田种。辛苦是辛苦了点儿，可这日子总还是得过下去。姐妹们说是吧？曾经，我整日都提心吊胆，只为一线生机。我想着，宫墙外的世界，就算是生计辛苦，但也少了尔虞我诈，不必为了性命而担忧。可是如今，
我站在宫墙外，才发现虫毛误国，豺狼当道，宁生竟以凋敝致死。君来村的姐姐们，她们因为女子不能拥有土地，在夹缝中艰难求生，而我却什么也做不了。你是不是想回那个地方了？回不去了。收拾一下，我们立刻启程。那玉露团可好吃了，糯糯弹弹的，堪称一绝。陛下，玩够了，该回宫了。陛下竟然身为女子，好一个弥天大谎啊！大人，都是奴婢的错，与陛下无关。你多大的本事？这么大的事，你能瞒得下来？当年，宁王侧妃得了疯病，生下的其实是个女孩。不知怎的，她非说自己诞下的是位小殿下，奴婢也实在是被逼无奈。当时恰逢先帝登基，众皇子受封在即，如果那个时候说武殿下并非皇子，只怕殿下根本活不了。大人，陛下本就受生母所累，受困宫中多年，如今好不容易出了宫，还请大人放他一条生路吧。奴婢愿带陛下随您回宫受死。那你不说，现在就死！陛下，万万不可！松手！裴大人，求你放过姑姑。大人，都是奴婢的错，是奴婢撒的谎。大人，求您放过陛下，求求您了。堂堂天子，竟下跪求人！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那天在御书房骂得如此义愤填膺，结果你就这么逃出了宫。我真是高看你了，软弱！陛下，陛下！裴大人，如您所查，我是女子，在这宫中本就如履薄冰，自保都难，无暇顾及他人。女子又如何？这便是你的借口？原来你如同那些人一样，自私自利。你真是让我失望。小舞姐姐，小舞姐姐，小舞姐姐。谢谢二位贵人，心意我们收到了。不过这银子我们不能要。这是我缝的，耐穿，而且特别软，不磨脚。不嫌弃的话，就带上吧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那我们先回去了，各位有空再来村里做客。嗯，走。走了，走。
既已如此，你这傀儡我不要也罢，只要你自愿回宫受死，我便放了李姑姑。谢裴大人，陛下不可。回宫之前，能否再让我完成一件事？你别想着逃跑。我绝不会。谁敲的邓文果？我。这哪来的毛头小子？不知道啊，真是不是天高地厚。堂下之人可有功名在身啊？并无。大胆！既无功名在身，见到本官为何不跪？来人，压他跪下！藐视公堂，杖责10大板。是。大人如此急于用刑，莫要后悔才是。这小子什么来头？说话如此嚣张。那你说说，为何击打邓文国？我要状告乡绅胡权，横行霸道，欺压妇女。你可知胡权是谁？竟敢来此状告？我话还没说完，你急什么？秦南县新政没有事劝不得私售布匹，可是大人所颁发。终于有人来说这新政了，不知什么来头。这政令可是断了我们的生路。肃静！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明确政令才能更好地管控布施。所以，我还要状告秦南县县令曹守仁。你说你要告谁？告你，曹大人。大宁律例第274条，地方官吏不得私设政令法规。你私自颁布新政，与乡绅胡权勾结垄断布匹市场，门外的民怨，大人可曾听见？况且，农田的租金朝廷都有定额，你却纵容胡权肆意涨租，使军来村佃农不堪重负。我要告，正是你们2人。师爷，劳烦记清楚一点。大宁律例第84条，公堂之上若不如实记录案件，则按伪造卷宗罪处以流放10年。大人，你可认罪？你大胆！我堂堂县令认什么罪？若依你所言，大宁律例第106条，百姓岂能闻鼓申冤？先杖打30大板。哦，那便打吧。公子，不如你跟我透个底，告诉我你上面是哪位贵人？说不准咱们还是自己人呢。师爷，刚刚县令大人与我说，公子，不如你就同我透个底，告诉我你上面是哪位贵人，说不准咱们还是自己人呢。愣着做什么？记呀！既然你如此找死，就休怪本官不客气了。给我打！是。好大的胆子！你有几个脑袋，敢对他动手？下官参见内廷司掌印大人。这位是掌印，那这位是？臣裴慎之护驾不力，请圣上降罪。圣上，罪臣百死不赎，百死不赎。你现在知道认罪，晚了。你勾结乡绅欺凌妇孺，命你将军来村所有被侵占的钱财尽数归还。你毛国败政，营私舞弊，革去你县令一职，立即查抄家财，流放岭南。陛下放心，我已全都记下了。最后，朕以天子令，追加你及相关人等30大板的惩罚，就在军来村村口执行。
好，陛下圣明，陛下圣明，行刑！哎呦！天降圣眷，君来村的人都受宠若惊，陛下可还满意？他们不知道是我做的吧？你是想让他们知道，还是不想？不想。为何？他们对我以诚相待，但我却有所保留，有些惭愧。放心吧，这么丢人的事，我替你瞒着了。裴大人说话真是难以入耳。好听的话，往往都是陷阱。不过还是要多谢裴大人，在脱下这身龙袍之前，也算是做了一件舒心之事。这便是皇权之力。你设法逃离的皇宗，既可杀人，也可救人。现在，你想回到宫里，继续当这个皇帝？裴大人愿意留我一命？我改变主意了。我可以替你保守你为女子的秘密，况且女帝前所未有。女帝？天下之大，谁人说女子不能为帝的？帝王只分昏君和明君，就看陛下想选择的是哪一条路了。回去之前，我想向裴大人求个人。陛下想要什么人，给你便是。多谢裴大人。我帮你，自有我的目的。就算裴大人另有目的，可我还是想谢谢大人，愿意留我和姑姑的性命，还给了我一条或许可以选择的路。这条路，我想试一试。走吧。走路一瘸一拐的，有损国威。上来吧，我背你。不用，我自己走就好。拄着吧，难看死了。裴大人走我前面，不怕我在后面捅你一刀吗？陛下也太高看自己了，就你那身手，让你一只手都打不过。裴大人，我们的马呢？没有马。不着急回京城了吗？说吧。辅国大人，我前几日被宫中惊变吓到了，就想偷跑出宫散心。我认罚。只是出宫散心？是。你也是个混账东西！他们私自出宫，你非但没有阻拦，竟还帮他们欺瞒于我，让他在秦南县耍了好大的威风。巧合而已。若是义父实在不解气的话，杀了他便是。辅国大人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是奴婢送奴婢下出宫的，辅国大人要罚，便罚奴婢吧。抬起头回话。回公公的话，前些日子，奴婢见陛下在宫中忧郁，便想办法带他出宫散心。这眉眼
所有这一怎么切有几分他的影子？都是奴婢的错，还请公公莫要怪罪陛下。你真是颇有几分胆色。他是被我胁迫的，求公公饶命。好一出主仆情深的戏码！真的以为我不敢杀你们吗？杀了他，让我当皇帝，如何？胡闹！你真的是唯恐天下不乱。罢了，看在慎治的面上，今日之事我不再追究。但是陛下言行荒唐，必须严惩。从今日起，禁闭5日，谁也不得进出。裴大人，裴大人受伤了。便想办法带他出宫散心。凤宁，我们这帮人不是欺负就是寡妇。君来村，大家相互陪伴，互相依。谁？是我。进来吧。是。裴大人，今天有些不一样。吃吧，没人知道。慢点吃，有一点天子的仪态。
裴大人，我有问题想问你。问。由于户籍制度的规定，田地只能由男丁继承，导致军来村的姐妹们无地可耕。依大人所见，女子可否有属于自己的土地？陛下是要颁布新政。是。颁布新政并不难，难的是改变天下人的偏见。偏见之所以为偏见，是因为没有机会了解，又不愿意了解。就像众人皆说裴掌印杀伐果决、残忍无等，可我心中的裴掌印细心温柔，行事自有章法，看似冰冷的外表下藏着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。陛下还是不要轻易听信他人。我本就是毫无根基的傀儡皇帝，裴大人愿意在此时照拂我和姑姑，本就是雪中送炭。对我来说，裴大人不是别人，是值得信任的人。陛下是想拉拢我吗？是，诚心拉拢。那就要看看陛下的诚意了。裴大人想要什么诚意？我想要的，陛下现在给不起。陛下，早些休息。静待一树花开，吹落一地自来。义父，幼苗一折，还是莫碰为好。此情此景，倒是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的一个小太监。他也喜欢玩弄这些花花草草。我们阉人，发肤有损，身上难免有股上不了台面的味道。他种这些花花草草，反倒有些欲盖弥彰的意思。这一转眼，他都死了7、8年了。义父为何忽然提起他？你是不是还在恨我杀了他？我当然恨义父，我恨义父残忍，让我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可是，我与义父在一条船上，恨与不恨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只要站在义父的身边，不让这条船沉了便是。你能这么想，义父就放心多了。毕竟你这2年出征在外，义父难免有些担心。咱们父子之
对了，那个小皇帝甚是惹人厌。眼下局势不稳，你可要把他看好了。是。李姑姑。裴大人，裴大人可是有事？先帝侧妃因疯病，误将女婴认作男婴。这件事情除了你以外，还有谁知道？只剩奴婢了。柳娘与你有多大恩情，竟能让你心甘情愿冒下这欺君之罪？奴婢只是一介宫女，自是要听主子的话。宫内有规矩，嫔妃诞子必有记录。先帝当时虽未登基，但迁入宫中已近月。他不知道，难道登基造册的仪官也不知吗？或许当时柳娘疯疯癫癫，旁人不敢靠近，便听了她信口胡说，随意糊弄过去交差了。当真？看来只有我亲自去找一找当年那位医官了。大人不可！大人此举恐会惹人猜疑，给陛下带来无妄之灾。既然大人选择了保守秘密，还请大人莫要让陛下陷入险境。李姑姑，奴婢在。我只信你一次，倘若你敢骗我，我必杀你。奴婢不敢。疯病又犯了，连孩子哭闹都不管不顾，是不是尿裤子了？怎么会是女婴？五公子呢？听闻夏国皇后刚刚生产，难道她是夏朝公主？令将军明日登基，传柳娘及五公子到大殿商议受封之事。若将此事禀告上去，只怕我们都活不了了。从此以后，你的身份就是五公子了。我们福祸相依，死生与共。陛下。陛下关了几天没吃饭了，饿坏了吧？你最爱吃的大肘子，吃吧。饿死我了！昨天晚上裴大人给我送来了红烧猪蹄和羊腿，现在还撑着呢。不是饿了吗？陛下，你没事吧？是怎么了？这不是饿了几天了吗？虚不受补，先喝点粥垫一下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这就对了。陛下，裴掌印这几日可曾来找过你啊？每天晚上都来，来过1-2次吧。那他可曾提起过什么？也没说什么特别的。
如此便好。哎，果果，我最近关禁闭发现了一本书，特别有意思，叫《宦官记》。宦官记，倒是没听过这种奇书。这书里面讲的宦官对宠妃情感很特别，你说宦官也会喜欢女人吗？当然了，去了根的男人也是男人，当然会。是不是裴掌印对你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没有，书里写的，我随便问问。书里写的？书在哪儿？我看看。我没看完呢，看完再给你。该不是陛下对裴大人动了什么心思吧？陛下，那本书里的宠妃对宦官是什么感情？陛下，这是在看什么？舍利女护，这个观点倒是很新奇。真的？你觉得可行？辅国大人到。老臣今日来是有要事同陛下商议。这是高尚书家的千金，本月初10是个好日子，宜嫁娶。陛下便在那日将高千金纳入后宫吧。纳入后宫？陛下年纪正当时，后宫也是时候该添人了。看来是嫌我这个傀儡不好掌控。等我纳完妃，诞下皇子之日，就是我的死期吧。陛下是不满意吗？当然满意了，这高千金一看就是个美人儿。感谢辅国大人日理万机，心里还能想着朕啊。能替陛下分忧是老臣分内之事，那就提前恭喜陛下了。臣倒是很想看看陛下如何跟这位高千金圆房呢。看来裴大人最近很闲啊。最让我看陛下迫不及待地接下这门婚事了呢。此事推不得，越不想纳妃，他越起疑心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。完了！哎呀！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裴大人，你帮忙想想办法呀！不瞒你说，这方面我也没经验。我一着急给忘了，要不然一把火把寝宫给烧了。倒是难得能看到姑姑这般着急忙慌的样子。哎呦，对不起陛下，臣妾有些紧张，打碎了酒壶，但礼不可废，还请陛下同臣妾饮下这杯合卺酒。
你脱衣服做什么？自然是要侍奉陛下就寝。就寝，要就寝！裴大人，你快点想想办法，求求你了！要不，还是把这行宫烧了吧。好，哎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哎呀，万一一把火不小心把他俩一起烧死了怎么办？哎，那就再想个别的办法。好。不如告诉里面二位，今夜有场千年难得一遇的流星雨。好，一起来看流星雨。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。这个办法不好吗？陛下放心，宫中教习姑姑教过臣妾该如何侍奉陛下，臣妾愿做一生姘，敬君今夜欢。不必了。朕想起来还有一堆奏折未批，爱妃早点睡。陛下可是不喜欢臣妾。实话告诉你吧，朕从不近女色，那是因为朕喜欢太监。喜欢太监？陛下原来好这口，可这怎么办呢？远水解不了近渴。陛下的药还是让臣妾来解吧。药？什么药？陛下，从了我吧。你可真喝什么了？陛下放心，不过是一些让今夜你我欢愉的东西。陛下，你逃不掉的，就依了臣妾吧，好不好呀？裴大人，你怎么来了？陛下，你中毒了。烛火长点几度春秋，爱恨几笔风萧月入口，不朽。血染誓言几曲温柔，恩仇几时宿命入心头。那你来帮我解毒。乾坤落，不问来去不没因果。高台宗是你是我还是枷锁？诉说你和我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来帮忙？哎。裴大人，热水来了。陛下怎么样了？陛下已经无碍，你照顾好他。是。很热，大人很热。大人，还要加冰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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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官。是。裴大人，那你来帮我解毒。哎呀，我在想什么？幻觉，一定是幻觉。姑姑，饿了吧？我熬了粥，先喝点。姑姑，我昨夜是怎么回来的？那是高贵人我同李姑姑一道送你回来的。所以，昨晚我有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？若我与李姑姑再晚一步，陛下恐怕真要与那位高贵人圆房了。看他神色并无异常，应该是在做梦。多谢裴大人昨夜替我解围。高贵人对陛下下药，陛下想要如何处置？送上门的把柄，不用白不用，是吧？不记得了，不记得了。不过昨天晚上，我好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我梦到我对裴大人下手了。还好只是梦，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他。陛下，那不是梦。你说什么？完了，完了！我竟然真的对一个宦官下手了。陛下驾到！臣妾给陛下请安。哼，你可知罪？臣妾该死，不该在陛下的酒里下药，虽未伤及龙体，但定是惹生怒了。臣妾甘愿受罚，只是恳请陛下。念在臣妾是太想留在陛下身边，不得已而为之的份上，从轻发落。不得已？你以为朕不知道你是辅国大人派到朕跟前的眼线？身为后宫嫔妃，却不清楚自己该站在哪一边。朕可让你余生独居冷宫，无人照料，四季无宝石可享，冬天无炭火取暖，这辈子没有人再过问。你以为到时候卓辅国会管你？他只会给我送更多的贵人，再也不看你这个妻子一眼。陛下，臣妾知错，还请陛下开恩。怕了？陛下，高贵人，你现在知道，既进了宫，谁才是主宰你生死的人了吧？朕知道，你父亲宠妾灭妻，你虽是尚书府嫡女，但日子过得却不如家中庶妹，所以这次被卓辅国选进宫是你唯一可以翻身的机会，所以你迫切想要得到朕的恩宠和卓辅国的信任，可对？陛下怎知这些？都拿进来吧。陛下，这些事，朕可以马上晋封你的位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上没有公婆要伺候，下没有孩子要管教，中间呢，我这个丈夫
只有在你需要钱的时候给你钱，其他时候就跟死了一样，绝对不会去烦你。你该吃吃，该喝喝，无聊了就出宫去，把你那个歹毒的继母给收拾了，谁也不敢找你的麻烦。若你寂寞无聊，想寻3、5个郎君相伴，我也可以满足你。这样的生活，卓府国无法保证，朕却能马上给你。无数女人梦寐以求的完美人生啊，你想不想要？如此大的诱惑，陛下想要臣妾做什么？公公，高贵人身边的芍药求见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奴婢芍药给辅国大人请安。起来说话。是。但说无妨。是。娘娘说，本该她亲自来向公公回话，但她今日起不来身，又怕公公等久了着急，便搀奴婢前来回话。娘娘说，陛下有谋，昨夜折腾了她一宿。小皇帝他看起来很柔弱，竟还有这本事。娘娘已成功侍寝，陛下今日还特地送来赏赐，还说要给娘娘晋升位分呢。那就看他的肚子争不争气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男人呢，一旦碰上女人就把持不住，特别是漂亮的女人。确实如此。师父，徒弟来迟了。徒弟知道师父有冤，说什么师父惨遭盗匪劫杀，我一个字都不会相信。我一直关注着师一族动向，此次惊天大案是天赐良机，徒儿是死，也要将捉狗斩于殿前。以继师父在天之令。卓辅国。陛下已半月未上早朝，究竟是为何？我早已说过，陛下龙体抱恙需静养。霍大人若是有本，呈上来便是。这半月以来，我呈上的折子，陛下从无回复。今日无论如何，臣都要面见陛下亲禀。霍征，你这是想造反吗？下官不敢。只是江山社稷为本，陛下如此荒废朝政，臣等今日必须要个说法。陛下若是一日不见，臣等便跪在这朝堂之上，一日不起。陛下身体已经无恙，他若是想见，让他见便是。有我盯着，不会出什么差池。也罢，既然霍大人坚持，甚至你带霍大人去见陛下吧。是。我知道之前是裴长义暗中操作，让我官升2级，有机会施展抱负。
但裴长硬想以此来拉拢于我，怕是打错算盘了。我对拉拢霍大人毫无兴趣。我助你，只是受人之托。受人之托？受谁之托？这普天之下，能够关照我们霍大人的，恐怕只有一人。回去之前，我想向裴大人求一个人。陛下想要什么人，给你便是。自然是我们的皇帝陛下。陛下心系天下，我自然相信。但不知道裴大人为何会答应陛下助我？你安的什么心？你不觉得我们的皇帝陛下还是有些魅力的吗？霍大人，走吧。传霍征觐见。微臣参见陛下。霍大人，请起。当日你在朝上为贺御史仗义直言，师生情谊甚是令人钦佩。如今伤势可好些了？劳烦陛下挂心，已经好了。只是老师他归乡途中，惨遭奸人暗算，已殒命归途，凶手至今逍遥法外。如此重要的事情，为何不早些上报？陛下，臣连上10道奏书，可有人阻碍天听，做贼心虚。霍大人，慎言。怎么，有些人做的亏心事反倒说不得吗？裴大人，霍大人，没有证据的事情，还是不要乱说，以免得闪了舌头。裴大人，是你做的？陛下，莫非你也相信这种捕风捉影之事？只要你说不是，我便信。霍大人，你来见陛下，不会就是来告我这状？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隐情？裴大人，我早晚会找到证据。陛下，臣霍征有本启奏，恳请陛下下旨，斩杀金华郡府尹卓明华。卓叔叔，怎么回事？卓明华身为金华郡府尹，包庇富商罗福海草菅人命，枉杀秦南县军来村36人性命，此恶行天理难容，求陛下还含冤而亡的百姓一个公道。你说什么？死的是谁？秦南县军来村全村36人性命。还请霍大人细说此案详情。月余前，秦南县军来村一案，陛下可还有印象？朕记得。那秦南县有个前客叫孙大强，顾全出事后，孙大强也挨了板子，断了赚钱的来路，记恨在心，教唆金华郡富商罗福海强抢民女赵如兰。赵如兰不堪受辱，吊死在了军来村村里。事后，张贵芬领着军来村夫人前往金华郡府衙申冤，却被那卓明华以冲撞衙门为由，将前来申冤的36人全部判了斩立决。卓明华是卓上县唯一的堂弟，若是处理不当，他的帝王之路很可能就此断掉。裴大人与嫌犯卓明华当属亲眷，理应避嫌。避不避嫌不是你能决定的。陛下，陛下，此事臣会禀明卓辅国，彻查到底。彻查到底？谁知道你存的什么心思？我就算存了什么心思，你能奈我何？你都闭嘴！此案
朕必会亲自去君来村调查清楚。裴大人不会阻我吧？自然不会。贵芬姐、如兰姐、招娣姐，我一定替你们伸冤。谁？小土豆，招娣姐。招娣姐。不要打招娣，招娣什么都不知道，不要打招娣，不要打招娣，不要。裴，或者，劳烦你安顿一下他们二位，务必保证他们的安全。是。陛下在想什么？我想给如兰姐验尸。事急从权，霍大人，朕命你暂代按察使专职，负责此案。既然裴掌印执意要参与此事，那便请裴掌印协助霍征将金华郡府尹卓明华与富商罗福海抓捕归案，如何？陛下不可！臣遵旨。陛下，此人狼子野心，万不可让他参与此案，还请陛下收回圣命。霍大人，此案涉及金华郡府尹，这金华郡是我朝钱粮重地，卓明华在京中势力更是盘根错节，有裴大人在，会是助力。况且，我相信裴大人定不会让我失望。陛下明断，风声已落，兵贵神速。霍大人，请吧。陛下怎么在淋雨？别着凉了。在想什么呢？我在想一件事：卓明华害死了君来村36个姐妹，丧尽天良。若不能取他狗命，我一生难安。可是，如果将他一律判罚，定然会触怒卓福国，甚至招来杀身之祸。但是如果连我都不为他们做主，那天下又有谁能平息这些冤魂的委屈？姑姑，我曾经想为自己而活，所以我逃过一次，但我为此惴惴不安，夜不能寐。从宫外回来以后，我就想着，既然我坐上了这个皇位，哪怕只有一天、一个时辰，我也要让我的大宁子民们知道，这个大宁王朝有一个人还想为他们撑腰。
你想做什么，那便去做吧，姑姑支持。我们一起同生共死。这个世界上，总还是有傻子的。谁给你们的狗胆子敢抓本老爷？知道我是谁的人吗？哦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你是谁的人？我要见金华郡府尹卓明华卓大人。卓大人若知道你们抓了我，你们都得死。既然如此，霍大人，我们便去会一会这位卓大人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当是谁如此有胆色请我来此？原来是裴贤之。回京多日不曾相见，怎么，这便是你的待客之道？卓叔叔，别来无恙。在你眼里还有我这位长辈？趁我没有动怒之前，速速放我，否则……君来村命案牵扯甚广，卓叔叔，还望好生配合。你什么意思？想要审我？裴慎之，谁给你的能耐？自然是我朝律法，管你是什么皇亲国戚，无人可为。你又是谁？下官霍征，是皇帝陛下亲封的按察使，负责主审君来村命案。全天下谁不知道这个江山背后真正的主人姓什么？他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儿也敢动我？卓叔叔，我可得劝你一句，如今你的命可在他手里。裴慎之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霍大人，人我已经给你抓来了，接下来就靠你自己了。裴慎之，我告诉你，这个案子谁也审不了。不如我现在就告诉你真相。敢审我，我便拉着卓氏一族1000人，一起堕入修罗地狱。是。我儿办案忙里偷闲，还有空来看望我这老父亲，真是辛苦了。事情我都知道了，就是一群刁妇冲撞衙门引起的祸端。这个明华呀，脾气是臭了点儿，当了金华郡府尹后也不知收敛，确实该教训教训了。但他在咱们往上爬的这一路上出了不少力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，我没意见。即便是斩立决，你也没意见吗？你若真觉得他该死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明华到底是我唯一的堂弟，他若死了，这杀他之日我必然不会放过。明白，谁想杀他，那自然是留不得了。况且我想这世上应该不会有这样不知进退的人了。倒也不一定，比如我们那位小皇帝，比如你。义父，这是何意？我儿很聪明，这其中的关联你一想就透。
毕竟义林军军权还在你手上，再加上你跟我们这位小皇帝走得很近，不是吗？你可别忘了你的身世的秘密，只有我这当父亲的才是真的记挂你，你可明白？义父放心，儿子心里有数。陛下，在看什么？君来村的卷宗。看来霍大人是有新的发现。裴大人，我有问题想问你。陛下想问就问。我有些看不清你了，我以为裴大人……以为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曾想过，若有朝一日我真能独掌江山，我要告知天下，裴慎之是一名值得托付的好官。陛下，你就不该对臣抱有任何希望。裴慎之，你为何像变了一个人？臣今日来，就是来告诉陛下，这君来村一案，我不会站在陛下身边。陛下是个聪明人，应当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若是惹恼了辅国大人，你和李姑姑的命，是否能平息他的滔天怒火？想与天抗衡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裴慎之，往日你如此坚定，为何今日却萌生退意？是畏惧辅国大人的威势，还是你的心中另有图谋？毕竟义林军军权还在你手上，再加上你跟我们这位小皇帝走得很近，不是吗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身世的秘密，只有我这当父亲的真正记挂你，你可明白？辅国已察觉你我联手，如今你行之出战，若我出事，恐你未胜即衰。此时唯有对你避而远之，方能为你谋得成长良机。姑姑，啊，快来看看，我为陛下准备了生辰礼物，好看吗？姑姑，我的生辰下月才到，现在准备是不是太早了？不早啦，这衣服还没绣花，我还担心到时候不能完工呢。来，转过来给我看看。来，姑姑，你出宫去吧。我说过，
不管遇到什么事，我都会陪着你的。好，你是不是最近瘦了？哎，陛下放心，霍大人已经打点妥当，姑姑必能安然出宫。有劳了。对不起，姑姑，我不能让你陪我试戏。明日殿审，你可准备好了？陛下放心，臣有信心还君兰村上下一个公道。霍大人，我知你查到的线索不只有卓明华，还有卓辅国。是。你准备如何应对？他大肆敛财，搜刮民脂民膏，这正是扳倒他的好时机。臣准备到此为止。现在不是动卓辅国的时候，事情就到卓明华为止。你明白朕的意思吗？陛下，卓辅国祸国殃民，他比卓明华要该死100倍，仙丹万剐都难辞其咎。朕明白，但现在不是时候。陛下是怕了。霍征，你放肆！臣遵旨。退下吧。大哥，霍征那小子不敢对我用刑，你放心，他一个字都没问出来。我放心什么？平儿劝你行事不要如此乖张，你给人留下这么大的把柄，真把我当皇帝了？一群刁民而已，也值得大哥如此训斥于我。大哥，你快把我弄出去吧！蠢货！你是不是日子过得太快活，把脑子都过傻了？那可是30多条人命，如今已经闹到殿审上，轻则罢官流放，重则你小命都不保。怎么可能连堂堂辅国大人都保不住啊？大哥，你不是要放弃我吧？这么多年，我为卓氏一族干了那么多脏事儿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！现在知道怕了，先设法保住你小命再说。殿审上少犯蠢，少说，少错，记住了。谢谢大哥。好了，你把具体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我。不好了，出水了！救火！快来救火呀！快！来了！水呢？水来了！霍大人，火势来得突然，全面提的尸体几乎都烧焦了，明天就要殿审，怎么办啊？他们竟敢焚毁证据！快！金华郡府尹卓明华为掩盖罗福海奸杀赵如兰罪行，滥杀黔南县君来村36人，你可认罪？子虚乌有！君来村刁民不服对罗福海无罪判决，竟携利器冲撞县衙，恶逆不道。处死这群刁民，完全是按照大宁律例执法。传嫌犯罗福海，金华郡仵作李嗣期。罗福海，你是否奸杀了赵如兰？禀告大人，那民女赵如兰
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水性杨花。我经中间人孙大强介绍，与我苟且。但事后我给了他不少银钱，没想到他贪婪无比，还想敲诈我，敲诈不成，恼羞成怒，竟拿石头砸我的头啊！各位官老爷，请看，请看呐！我从军来村逃离，马上报官，告诉了卓大人。卓大人心怀仁慈，未判此女伤人之罪。结果他不知感恩，不堪名声受累，就上吊自杀了。这也太心急了吧！我做李四七，赵如兰是如何死的？回霍大人，经小人勘验，赵如兰的确是上吊自杀。证据确凿，还有什么好审的？传大理寺仵作周方正。参见陛下。周大人，请你将赵如兰验尸结果陈述一下。经下官复验，赵如兰颈部绳索勒痕伴有明显指痕，应是被手扼压颈部窒息而亡，而非自缢。哦，你说李四七尸前有误，你有何佐证？罗福海这么有钱，要什么女人没有啊？不至于去奸杀一个民女吧？当然有，带上来。证据便是赵如兰的尸身，昨夜险些被一场蹊跷的大火烧毁，万幸提前转移了。你们看见了吗？不是说尸体都收了吗？别嘴！还有何话可说？曹明不小心判断失误了。不小心？你一个不小心让一个清白妇女蒙冤惨死，你是故意装傻，还是有人指使你这么做的？霍大人的推测无凭无据，还望慎言。霍大人暗示是我指使的吗？放肆！卓明华，你现在是什么身份？朕让你插嘴了吗？霍大人，就算他是被人掐死的，人又不是我杀的，与我何干呢？怎么没有关系？传村民，送招娣。不用怕，陛下在这儿，不用怕，他们不敢怎么样。一个疯子也敢带上殿堂，真是有碍观瞻。陛下，若无新证据，便退堂吧。如兰姐，如兰姐是一位喜好医术的寻常人家女子，为人温柔，绝非什么水性杨花的女子。她的心很干净，只是有些人的心是脏的，所以看什么都是脏的。朕知道，她就算是受辱，也不会上吊自杀。他已经是死过
况且，他和桂芬姐约好了，要和姐妹们一起相伴终老，不会不说一声就离开。他舍不得。招娣姐，你抬头看看，我是谁？小五，我知道，你是为了小土豆，为了我们的小村长。我也知道，你不该相信任何人，但是请你相信我一次。我就算是拼了命，也定不会为君来村所有的姐妹们做主。应当是受人蒙蔽。霍大人仗义直言，本官感激不尽。郡守大人，还有我呢，也替我求求情吧。国有国法，你的判决与本官何干？好你个狗官！你收我贿赂的时候可不是这副嘴脸。谁收你贿赂了？就是你收的！你敢污蔑朝廷命官！你可有证据？说得好，你这条狗有证据吗？呸！要不是我，你早死800次了！我靠你什么了？你玷污那女人，我帮你擦了屁股！闭嘴！玷污了谁？君来村的小娘皮周如兰。原来卓大人不是被蒙蔽的，这就被套出。
杀了你！放开我！你这个异姓畜生，吃我卓家的米还敢这么对我！大哥，救我！众所周知，卓明华是卓辅国的堂弟，但想必卓明华犯下如此重罪，辅国大人并不知情。辅国大人克己奉公，大公无私。朕欲从辅国大人之意，不知卓辅国认为此案该如何判罚？陛下想怎么判就怎么判，老臣没意见。朕宣判罗福海斩刑，卓明华凌迟处死。你这个黄毛小儿，凭什么判老子？还有卓尚贤这条老狗，你竟然敢真的不帮我，帮我为卓家做了这么多事儿！卓尚贤，我告诉你，你还有把柄在我说过，再煽动，杀无赦。禀陛下，卓辅国，卓明华以下犯上，意图谋反，臣已将他当庭处死。君来村一案，到此结案。来人，把卓明华拖出去。君来村，又名寡妇村，此案几乎导致全村覆灭。他们生活艰难，备受压榨，可他们比谁都想努力地好好活着。就算被逼到了如此绝境，他们都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名为寡妇村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天下之大，没有他们容身的地方。因为他们无论去到哪，都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。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选择。朕不愿这样的事情再发生。朕要给这世上同样艰辛的他们一个选择。朕要颁布新政，从今日起，我大宁朝新设女户，女子亦可为户主，名下可拥有土地，与男子无二。陛下，臣容禀：女子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夫死从子，是千古以来不可改变的定律。成为户主，实属荒谬。天地之间，万丈日光雨露，木泽万物，不避男女。此乃天地无不可容之物。自古至今，渺渺众生，无不为母所生，此乃亘古不变之理。先生，圣人教你治世安邦之道，师长教你知荣辱进退，可谁给你谛听教诲之耳？谁与你这张大辩经义之口？谁塑了你这副不惧盛怒的脊梁？先生，你站在朕的大殿之上，谈及先祖，谈及天地之理，不，你该谈是你母亲那只有夫姓的墓碑，是你母亲那无人在意的一生之苦，是你斩断你母亲为人尊严的利剑。家是你们的家，也是他们的家。传朕旨意，自今日起，女子亦可为户主，为一家之长。陛下圣明。陛下之创举，必将惠迎天下，福泽万民。
如今新令已出，你和小土豆可以好好生活了。阿德会送你安全回村，去吧。这皇帝新政还真不错。那有什么用？得罪了卓辅国，这个皇帝看来是做不成了。哎呦，别说了，哎呀，知道了。霍征办案有功，即日起擢升霍征为督察院左都御史，监管政令执行。陛下，霍征只是一个小小7品翰林院编修。督察院左都御史可是正2品，如此升迁之速度绝无仅有，怕是不妥吧？尚有一条。霍大人还真是好口舌。国之蛀虫，是指老臣吗？你无故攀养，意欲何为？请阉他，速朝纲。还真是正义凛然。老臣自先帝时起，便尽心服侍，事事为天下着想。现在却任陛下又意欲何为？卓辅国守身持正，问心无愧，自然是不怕查的。你要查老臣？此事为霍大人一人妄言，这对莫须有的账本，有谁看过？我倒是想看看，除了霍大人，还有谁想查？
傅庭君，卓辅国，你竟敢依仗军权威胁陛下，你这是忤逆！裴掌印，义林军何在？在城北驻扎。有人说我忤逆，裴掌印要不要清君侧，缴了我这个霍大人口中的逆贼呢？卓辅国说笑，您忠君爱国，天下皆知。这些账本废止吧。拿火来。什么东西？写的什么？辅国大人惊天怒火，皇帝惊惧之下，竟成失心疯。辅国大人动杀心，帝王命不久矣。哎，我看看。这。辅国大人。这是做什么？殿审刚刚结束，民间谣言满天飞，陛下真是好筹谋啊！怎会有如此荒谬的传言？你很聪明，想利用天下人舆论让我无法对你动手。老臣这2天一直心里很不快活，很憋屈，这该怎么办呢？他应该不敢杀我。你以为我真的不敢杀你吗？别忘了，现在的这个位置是我给你的，我想捧你就捧你，我想杀你就杀你，我一点都不介意让你从这个世界上消失。
皇帝有能抑郁我吗？你果然想反，那又如何？你个逆子！逆子！你可曾真的把我当做过你的儿子？你又可曾真的相信过我？信你？你要我如何信你？除非你现在就把义林军虎符交给我。果然如此。是，义父从小就教我不要相信任何人，所以你从来没有相信过我。只要我稍微不顺从，你就会立刻拿前朝皇子的身份要挟我。在你的心里，我也不过是你的一枚棋子。我是要烦你，那是因为你给这小皇帝下毒，就不曾知会过我一声。你难道不清楚，你现在杀了他，便坐实了谣言，到时候天下群起而攻，义父是想拉着儿子一同陪葬，是吗？你说了半天，还是为了救他吧？行，不就是个傀儡皇帝吗？杀便杀了。若是到时事情圆不下去，天下一同讨伐我们父子二人，生便一起生，死便一起死了。这小皇帝不知进退，竟敢妄动辅国大人，将自己变成了一颗废弃，死了便死了吧。这七星古丸我也略知一二，毒发之后确实像心悸发作，但面部会生出红色血线，惹人生疑。不过我知晓上师局有一丝药，极擅长粉饰装点。孩儿这就将他叫来，为陛下遮盖一番。义父，稍等片刻。裴大人。去将那上市局的私药叫来，还有，去一趟神行营。是。她竟然是女人，设立女护，这个观点倒是很新奇。裴大人不是别人，是值得信任的人。裴大人，裴大人，私药已到。走吧。义父，私药已带到。义父，这是何意？哎呀，深知啊，见谅，是为父考虑不周，让你误会了。我当然知道啊，得留下他的性命来堵住天下人的嘴。我这么做是让他长长记性。不要忘了这个大宁做主的是谁。下回为父一定先知会你。
这次饶他一命。一个连根基都没有的小皇帝，我有的是办法拿捏他。金陵岂非池中物？松柏当立绝顶峰。宁静怡，是我自以为是了。你何曾需要人遮风挡雨？你就是这世间即将掀起的最大风浪。我还活着。楚副官，陛下是不是应该感谢老臣不杀之恩？罢了，老臣不跟陛下计较。今日来，是想跟陛下请一个恩典。陛下，姑姑，姑姑，陛下，你放开他！你有什么冲我来？你放开他！陛下不会以为我拿敬贤来威胁陛下吧？老臣对敬贤一见倾心，想请陛下为我和敬贤姑姑赐婚。我不会允许姑姑与你做对食的。你要想怎么羞辱我都可以，你放了他。羞辱？老臣可是真心的想要敬贤，不过若因此能令陛下受制于人，老臣倒也有几分快意。老臣素来有个习惯，若是得不到，宁愿毁掉。毕竟陛下还欠着老臣一条。副国大人，容老奴说两句。陛下，奴婢这辈子生死关由别人做主，但今天奴婢想为自己做一回主。我愿意嫁给辅国。
陛下若是真的为了我好，就应该成全我们。你我多年主仆情分，容我劝陛下一句，莫要跟辅国作对。我们相依为命不好吗，姑姑？我这死也不……对不住了，陛下。你教我姑姑多年，这一巴掌也不算僭越。陛下聪慧，当识时务，要明白什么事情当做，什么事情做不得。奴婢愿跟随辅国大人，还请辅国怜惜。姑姑，深圳里，烛火长点几度春秋，爱恨几笔风萧月入口，不休。不要怪姑姑偷跑回宫，我担心你的安危。被卓尚贤抓住，这都是我的命。姑姑想告诉我，我走以后，你将再无软肋。你选的路是对的，你心怀天下，以后定是个好皇帝。等你真正登顶那一天，姑姑等你接我回来。一朝风云踏破苍穹，一梦半生山河久。一步遥望少年回眸，一幕终生皆俯首。我在乱世之中，黑夜尽头。陛下，风声露重，应当安静。往前走，别回头。裴大人，真是英雄胆识，宝剑赠英雄。裴大人是嫌剑不够好，还是送剑的人不合心意？陛下，你喝醉了。这是出现幻觉了吗？裴大人心疼了。没有。陛下，你究竟要做什么？裴大人，我想不明白，我明明已经逃出宫去了，你为什么非要把我带回来？明明说要扶我为帝，为什么又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弃我而去？臣曾说过，若陛下决意与辅国为敌，
臣将无法与陛下并肩。如今陛下既已决策，臣只能一言割舍陛下。至于其他，陛下，你误会了。裴大人，最后一个问题，我想知道，是否也是误会？裴大人是否曾心悦于我？从未，我从未将陛下放在心上，也奉劝陛下，莫要再自以为是。明白了，裴大人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坦诚。愚公，卓辅国把持朝政，荼毒民生；于私，还强抢了对我最重要的亲人，逼我就范。你既然站在了他那一边，那我们便是敌人了。望裴大人莫要后悔。更深路中，裴大人该回了，莫要再惹人误会。陛下，南方暴雨已有半月余，现大批流民毁于城外，请陛下下旨赈灾。近来西南地区多干旱，臣奏请陛下旨意，赈济灾民。这一下暴雨，一下干旱的，不知辅国大人认为应该如何是好？陛下长大了，该有自己的主见了，应该学着自己想办法。老臣不过是一个辅国，怎能当得起陛下的询问？自然当得起。这成了话成这样，连上天都感受到了朕的诚意。朕感念辅国大人劳苦功高，从今日起尊称辅国大人为上父，朝廷一切事务均由辅国大人处置，辅国大人之令便为朕之令。陛下，万万不可！特赐上父卓上贤丹书铁券一枚，轻恕9死，卓氏一族3死或常犯刑，有司不得加责，请上父圣赐。好，好。那老臣就谢过陛下，日后陛下也应勤勉学习，方能于政事上有所进益。谨遵上父教诲。霍征，上次你违逆朕意，将上父与那罪臣卓明华混为一谈，现免你翰林院编修之职，贬为庶民。
这玉石俱焚局真的被姑姑想到另外的办法破解了。现在你我都是棋子，下一步该如何破局呢？陛下，姑姑，我一定会把你接回来。现在，我们重新对弈一局吧。此令若能颁布，或许能助我一臂之力。或者，陛下，你醒了。你把朕弄出宫，为什么要把朕弄晕？你不会是把朕放到那黄白之物里带出来的吧？微臣已为陛下准备好熏香除味。罢了。陛下，离宫时间有限，必须赶在最后一班护庭军换房前回宫。他们人在外面，陛下请随我来。等等，霍大人，来了几个人？参见陛下。先前，朕命霍大人召集诸位爱卿的时候，也未曾想过会得到诸位爱卿如此响应，甚至担心，若是无人前来，该当如何是好？陛下，臣等惭愧。先前只觉得陛下是卓狗的傀儡，可是君来村一案，不仅令天下知晓陛下人名，也令臣等见识到陛下的胆魄。陛下，原本我看你像只弱鸡，没打过一天仗，也没出过京城，满嘴啊全是文绉绉的话。顾大人，注意言辞，莫要如此粗鄙。哎，我就这么说话。陛下，那日在大殿上，你却能不顾生死，如此勇猛，臣服了。陛下，大宁建国数十载，国本未定，利贪降弱，民不聊生，天下百姓无不期望陛下能力挽狂澜，铲除积弊，焕然天下更始。臣等愿辅佐陛下，求万世之安。臣王修农愿辅佐陛下。臣卢子昭愿辅佐陛下。臣陆行之，臣胡景熙愿辅佐陛下。臣等愿辅佐陛下。众卿心意，朕已知晓。日后有众卿助我一臂之力，定能肃清朝政，还天下清明。陛下，臣还有要事启奏。近日奇难灾异，卓狗下令赈灾，实则却将2款重宝私囊。臣经过多日查探，已得到可靠线索。这个卓狗将大量钱财藏于自己的秘密金库之中。若能一举捣毁金库，赈灾2款有了，也可大挫卓狗的锐气。你可知金库现在何处？臣正在查探之中。
老子在义林军多年，一直让那个姓裴的压着。要是能拿下义林军军权，就算抢了这金库，那卓狗也奈不了我何。看似一团乱麻，实则有迹可循。首要任务就是要辅国大人带路，亲自带我们去他的金库。啊，他会有这么好心吗？要如何才能破获卓贼的金库呢？裴大人，霍大人深夜带陛下出宫，所谓何事？陛下听闻近日京城晚市热闹，想出宫逛逛，却不愿麻烦裴长营，命草民带他偷偷出宫，还请裴长营宽宥。霍大人，你该不会是带陛下去见了什么不该见的人，来对付我们父子二人吧？霍大人不必紧张，一来，我身为长印，自然关心陛下安危；二来，我也不太想陛下再次因为与卓辅国作对而受创。既然你如此关心陛下，在上朝时，为何不愿意继续替他出头？霍大人，为陛下做事，行事要小心，莫要留了尾巴。相信霍大人会处理妥当，不会引起卓辅国的怀疑。此人行事，真是叫人捉摸不透。亥时2更，关门关窗，防偷防盗。这莫不是传说中的阎王提德？快跑啊！陛下，对于今日夜晚的异火，臣去查了，却什么也查不出来。这火烧的没有根源，怪得很。陛下，相传这是阎王提灯，前些日子奇难灾异，现在又出现如此异象，恐怕是不祥之兆啊！陛下，现在朝野上下对此事另有猜测，不知是该说还是不该说。但说无妨。相传是卓辅国赈灾不力，将2款中饱私囊，致使先帝动怒。这阎王提灯，就是要将卓辅国带下去兴师问罪。不过是些宵小之辈妄言。郑大人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在朝堂之上不以才干为圣上分忧，却以流言迷惑圣上。你当圣上是3岁小孩，还要听这些奇闻异事？况且这异火是现于街上，与我又有何干？这难道还不够明显吗？这无根之火烧的就是你这无根之人！父皇寿终前，封卓公公为辅国，则监国重任。先皇宴驾后，你们以流言重伤辅国大人。你们是觉得先皇已逝，威严不在，就可以欺负老臣了，还是觉得不用把朕放在眼里？上父为国劳苦一生，若因是宦官而被嘲笑，那便是朕的不周了。依朕之见，须为上父修筑忠烈祠堂，塑完璧金身，要天下后世都能铭记上父威名。陛下，
老臣不过一介宦臣，如此劳师动众，怕是不妥。况且朝廷百官对我颇有微词。修筑祠堂，塑金身，不仅能够为上父祈福，也可为天下流民祈福，实为大功德也。反对之人，莫不是对我大宁别有用心？朕心意已决，令度支丝筹集银两，为上父修筑祠堂，塑完璧金身。令钦天监选一良辰吉日，由朕亲自于斋宫跪拜3日，为上父及苍生祈福。陛下英明。相信在辅国大人的扶摇下，灾疫很快就能消散，流民能重回家园。这修葺祠堂的银两，过几日就会送到府中，你知道怎么做？还是3分送到工部，7分送到司库。这小皇帝还算有些长进。裴大人来了。裴大人，有什么事吗？禀陛下，先前陛下命钦天监测算，为辅国大人祈福的日子现已定好，就在7日之后。好，朕知道了。裴大人，还有别的事吗？陛下这般讨好卓辅国，只怕是与虎谋皮。辅国大人并不会真的信陛下。讨好，裴大人倒是把朕说糊涂了。朝堂上正顾2位大人为陛下唱黑脸，不就是为了帮助陛下讨卓辅国的欢心？朕只是怕卓辅国迁怒他们，况且事起于义务。这阎王提灯难道也是陪朕演戏吗？阎王提灯不过就是灵火罢了。灵火又是何物？臣只是想提醒陛下，辅国大人因卓明华之死逢遭重创，此时为其修筑祠堂，他必以资财为基，重振旗鼓。此非正授其以柄，使其得以东山再起。臣倒是愈发猜不透陛下心中所想，陛下真是越来越会筹谋。陛下可知这祈福的流程是什么？不过禁食3日，死不了。陛下，裴大人这般是在心疼朕吗？讨好了卓公公，又来与我亲近示好，你这左右逢源的功夫，实乃官场楷模呀。既然陛下坚持，那臣告退了。你们都给我麻利点儿！辅国大人，这些分别是岭南知州、漠北都督，还有镇国将军府送来铸造金身的金银。送去司库。是。都过来，快！把这些都送去司库，动作快点。辅国大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咋咋呼呼的，捋顺了再说。海棠岭那边的司库遭袭了。什么？我东西呢？那帮土匪张狂之前用了炸药，幸好司库守卫众多，终将土匪击退了，财物无恙。土匪？是我们抓了个活口。那人说，有人传海棠岭藏着前朝的金山银山，他们原本也是半信半疑，
等见司库外日有人看守，信以为真，这才动了劫库的心思。海棠林人烟稀少，蛇虫众多，平常人都不敢涉足。这谣言是如何传出的？奴才也不知道，还不去查？义父消消气。慎之来了，怎么也不遣人通传一声？孩儿怎么不知？义父还有个司库。海棠林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最近闹的是沸沸扬扬，三股势力皆欲掀波澜，再加上这群盗匪四处逃亡，义父你猜，他们会传些什么？他们会传，已经坐实海棠林确有宝藏。到底是谁在背后搞鬼？义父是在怀疑我？我怎会疑心你？司库一向隐秘，而且我养了这些个私兵也是下了血本，没想到还是被这些贼人惦记上。我在想，若是官家的势力，这些贼人胆子再大，我想他们也不敢下手。那义父的意思是，库房已经不安全了，我要暗中转移，并由护庭军押送，到时候空留个库房，谁敢来攻，便瓮中捉鳖。撕掉护庭军可是重罪，义父莫不要。护庭军也姓卓。甚至，怎么你越长大，反而胆子越小了？裴大人到。掌印大人，吾好。辅国大人司库遇袭一事，与陛下有关，对吗？哦，掌印大人说话怎么没头没尾的？什么司库？司库乃辅国大人心血所居，你在背后筹谋此事，若是被辅国大人发现，他必杀你。掌印大人，请自重。我也希望此事是我筹划，若能成功，定能狠狠地出一口胸中恶气。不过，辅国大人的司库必有重兵把守，这金库肯定安然无恙吧？确实无恙，但是关于金库藏地的流言已经传遍天下，这背后之人的目的不难猜。既然是秘密金库，那就将秘密捅出来，金库便不再安全，只能转移。在这转移途中，难免会发生些意外，你说对吧？原来如此，不过就算是转移，也很难截取。为何？既是司库，必有私兵把守。若是要转移的话，掌印大人想一想，如此重要之事，万一辅国大人调用护庭军负责押送，谁敢讲？这不是摆明和整个大宁作对吗？陛下知道便好，切勿飞蛾扑火，自寻死路。朕可不敢，毕竟朕
现在就剩小命一条。掌印大人知道的，这里惜命。也是。掌印大人，请留步。朕在猜，如此重要之任，这负责押送的人会是谁呢？不过这一次，我信不过别人，不如就由我儿亲自带护庭军押送，如何？义父这话说的真好听，信不过儿子，直说便是。毕竟这京城之内能与护庭军抗衡的，也只有你义林军了。义父此举不过是未雨绸缪，万一你手下的人也惦记我手里这点私房钱怎么办？义父说笑了，义林军的职责是保护皇城，劫掠私财这等下作之事，义林军不会干。好，好，好，那便这么定了。那就由我儿亲自押送，转移私库财宝。自然是我，但此事事关重大，我不会留手，否则会引火烧身。那便祝掌印大人一切顺遂，平安归来。多谢陛下。若是你，便更好吧。吉时已至，乾坤运转，阴阳交泰，此乃祭祀之佳期。敬请陛下移步斋宫，虔诚祭拜，以祈国泰民安。裴大人，2日了，陛下可有进食？并无，陛下虔诚之心，天地可见。半夜时偷偷给他拿些吃的。啊？如此虔诚，我觉得有诈，我来替辅国大人试试的。明白。等一下，若是他不吃，塞也要塞进去。大人，这又是为何？自有深意。小皇帝倒是有几分虔诚。奴才给陛下请安，陛下请用，没人知道。自有深意。吃吧，没人知道。是你吗？什么自有深意？幸好陛下吃了，让我硬塞，裴大人不怕，我可吓死了。
已经快3天了，为何还没动静？若真有众生在手，我恳求众生保佑事情顺利，佑我大宁早日铲除捉贼。终于动了。来者何人？奉辅国大人之命，前来领取赈灾银两。假传辅国大人之令，杀无赦。裴大人，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，不信你看。兄弟们，向后面这么多人呢！兄弟们，是真金白银！看谁敢！怎么是流民？裴大人，都是些赤手空拳的难民，全杀了吗？所有护庭军听令，立刻住手！裴大人，辅国大人一定会怪罪下来的，这下我们该怎么办？原来如此。陛下，祈福已成。失去了积攒的多年身家，卓辅国必然元气大伤。想必此时正大发雷霆吧。恭送陛下。奴才带陛下回宫。谁说朕要回宫？他们并无过错，巨人虽未遵军令，但也不可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出手，而且不许反击的命令是我下的，依服要罚，罚我一人便是。我管教自己的护庭军，轮不到你来插嘴。那可是我辛辛苦苦积攒了20年的身家，你们怎么能任由流民去抢呢？我今天想杀谁就杀谁，我看谁敢拦我！少夫因何动怒？谁让你来的？朕为少妇祈福，适才礼毕，听人说您在这儿，朕便不请自来。承蒙陛下记挂，老臣感恩于怀。少妇为何要惩罚这些士兵？铸金身的金银被盗，是护庭军护卫不力，该罚。什么？可是朕并未动用虎符，这些护庭军执行的是谁的命令？原来是上父的命令，那倒无妨。只是上父私自调用护庭军本就不合规矩，若是再如此大动干戈，传出去，怕是对上父的名声不利。
让开！上父恕罪，朕是这个国家的君子，臣民无罪而遭刑，朕不能忍。我今天就要杀人，谁也拦不住。希望这一刀能让上父消气。快去请太医。上父，朕真的是为了你着想，并非有意忤逆。辅国大人，宫外聚集了大量难民，送来了万民书。什么万民书？感恩辅国大人馈赠的救灾银两。原来如此，朕深感惭愧，是朕小人心肠，误会了上父。想不到上父竟然有如此爱民之心，为流民散尽家财，解了京城之困。等国力再盛，朕必定为上父重铸金身，望上父消气。哼！恭送上父。烛火长点几度春秋，爱恨几笔风萧月入口。流民们会记得各位大人的人善，稍后我会派人送药过来。各位大人辛苦了。多谢陛下。不朽乾坤落，不问来去，不没因果。高台宗是你是我还是枷锁，锁住你。如何？禀大人，陛下的伤口并无大碍，但他思虑过度，这几日又进食体虚，才会发热惊厥。臣开几副安神进补的汤药即可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我知道你醒了。是醒了，但是朕不想看到裴大人的脸。伤还疼吗？裴大人的关心，朕也不想要。陛下用流民对抗胡廷钧，你怎么就能肯定他们愿意殊死竭尽？或者说，你又怎么有把握他们会成功？如果你在快饿死的时候，面前有一个活命的机会，你是等着饿死，还是拼死一搏？更何况护廷钧本职就是保护皇宫，是军人，朕赌他们不会，也不敢肆意滥杀。陛下可真敢赌。朕赌赢了，不是吗？况且裴大人不是也在吗？看来我在陛下眼中倒也不是一个十恶不赦之人。只是我很好奇，陛下难道不怕这些银子被追回去吗？若要追回，必要将这些金银一一过到明面上。可是卓府国的钱财，
来路敢说出来吗？本就是搜刮的民脂民膏，既然源于万民，归还于万民之中，便是最好的归宿了。况且，这些都是灾民的救命钱，他们绝不会撒手。若是卓辅国敢下令大肆捕杀灾民，怕是真要天下大乱了。他自己深知这一点，但也无可奈何，所以只能对你们撒气，不是吗？陛下若是刚刚不来的话，这个筹谋称得上是完美。可是你终究是心软了。裴掌印，未免有些自以为是了。你以为，在朕心中你算什么？不过是一个在朕最需要你的时候会放弃朕的人。朕现在已经不需要你了。朕说过，裴大人，你莫有后悔。夜深了，裴大人该回了，不送。裴大人来做什么？臣是来道歉的。初次遇见你前，先皇驾崩，我本想与义父同归于尽。可是我遇见了你，你与这冰冷皇城中的人都不同，人善、聪慧，像是未经雕琢的璞玉。于是我将陛下扶立为帝，循着心，一步一步向前走。我不想过多解释，为何我会在陛下最需要的时候离你而去？或许有更好的办法能够成就陛下，可我却选择了最糟糕的一种，寒了陛下的心。裴大人，这是后悔了。是，后悔了。2日之后便是陛下生辰，
陛下若是愿意给臣一个机会，臣在洛林院等你。朕考虑一下。风有些凉，陛下不要染了风寒。裴大人，久等了。这是姑姑送我的生日礼物，并非特意传给你看的。今晚月色很美，臣略备薄酒，不如我们一同赏月。生辰快乐！谢裴大人。今日多谢陛下愿意赏光前来。我有个疑问，那日裴大人说原本打算和你义父同归于尽，这是为何？都是些伤心的陈年往事，若是说出来，怕是会打扰了陛下过生辰的兴致。但说无妨。我曾经有个很真实的朋友，他是第一个愿意跟我成为朋友的人，他叫做刘方通。说，你做了什么？我们约定不能说出去的秘密，被他告诉了卓上仙。是我安排他接近你，就为试探你是否能保守秘密。可你的表现实在让我失望至极。现在把他杀了，便无他人知晓你的秘密。记住，在这个世上，除了我，你不能相信任何人。后来很多个夜晚，我都会梦到这一幕。就这样，我变成了卓上仙手里的刀，不择手段地铲除一切。那你应该很恨卓上仙吧？可方通并不希望我恨他。他临死的时候，对着我笑了。不要哭。我之前一直都想不明白，他那个时候为何会对我笑。可是后来想明白了，因为那一刻他解脱了，更是不想我因他的死而感到愧疚。所以，他被迫接近我是真的，但是把我当朋友也是真的。裴大人，不要辜负他的期望。他不希望你记着背叛，记着恨意。裴大人，朕也不希望。陛下，你也和他一样，都是温暖而光明的人。谢谢裴大人夸赞。陛下问过我，是否曾心悦陛下？我不光心悦陛下，此时此刻，往后余生，
都想陪在陛下身边。陛下，可愿再给朕一次机会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秘密是什么？我现在就告诉你。你怎么不是？大人，您可回来了，出事了。夷陵军住所被烧了，可有伤亡？你还是担心自己的处境吧。拜见陛下。顾大人，你接着说。若不是昨夜臣恰好巡防到了夷陵军住所，及时发现火情，恐怕整个夷陵军都要烧成灰了。裴大人身为夷陵军统领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陛下，臣以为该治他一个玩忽职守之罪。陛下，请革去裴慎之夷陵军统领之职，并按军法处置，以儆效尤。哦，那依朕大人所言，应当处以何种军法？一律当是鞭笞80，监禁5载之刑。不知陛下想如何处置微臣？朕以为夷陵军损失惨重，裴大人难辞其咎。但鞭笞80、监禁5年的处罚过重，不如就折中一下，革去裴大人夷陵军统领之职，罚俸3年。不知众位爱卿觉得如何？臣听凭陛下处置。我竟不知陛下有如此好手段，何时拉拢了夷陵军参军顾大人，还有刑部尚书郑大人，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。人心是黑的，看什么都是脏的，老子行事光明磊落，效忠陛下，乃你我分内之事，在卓公公嘴里，竟变成了鸡鸣狗盗一样的行径，简直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！哎呀！来人，将此人拉出去，杖责40。是。住手！大殿非奉诏不得带刀入内，你们要谋逆吗？臣不敢。
义林军何在？何以能调动义林军？虎符呢？陛下，当真是好手段。好，义林军，请凭陛下差遣。顾大人对辅国大人不敬，杖30。臣领罪。顾廷钧众将擅闯大殿，杖30。臣等领罪。裴大人擅离职守，革去你的义林军统领之职，杖30。你可认罚？臣免罪。好，很好。继续，没够30呢。是。看来陛下觉得这皇位已经坐稳了，不用再顾及我们父子俩的脸面。辅国大人误会了，只是国有国法，看着裴大人挨板子，朕也心疼得很呢。既然辅国大人心疼爱子，朕便要给面子，这后面的板子就省了吧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看看你选的好皇帝！如今翅膀硬了，敢把你跟我的脸面踩在脚底下摩擦。义父教训的是人，方才多谢义父替我求情。你不会是联合陛下跟我演了一场苦肉计吧？义父，你多虑了。谅你也不敢。不然你前朝皇子的身份，义父怕是没法再为你保守了。你这个贱人，连跟皇帝同理一样，都是贱人。我一定要杀了他！夫君，小心气坏了身体。说什么？你现在恨死我了吧？你真是恰得让我恶心。
掌英大人这么迫不及待地跑来伺候朕，不去好好养伤？陛下，没有什么想对臣说的吗？你想听什么？朕怎么不知道，裴大人竟是一只会咬人的小狗？臣这场戏演得陛下还满意吗？这是臣为陛下准备的生辰礼。自此，这世上再也无人能阻陛下。移交虎符一事还算顺利，不过让你受了委屈。衣服脱了给朕看看。怎么，害羞啦？昨夜裴大人脱起衣服来，不是挺利索的吗？快点，这是皇命。臣遵旨。还疼吗？不疼。这算是罚你，在朕最需要你的时候离开朕。那臣这顿板子挨得不远。不过现在，裴慎之，我原谅你。多谢陛下。多谢裴大人，愿意一路照拂。裴掌印，赵副将等候多时了。神行营的兄弟们近来可好？托大人的福，一切都好。兄弟们得知大人兵权被收，十分担心大人的处境，让我来看看你。我并无大碍，无需担心。那日撤军，我知道大人是为了国家之大局安定。自扶立新帝以来，大人呕心沥血，牺牲良多，如今却落到这般下场。若是当初大人没有退军，我选了一条很险的路，幸好我赌对了。阿泽，不论是神行营还是整个义陵军，往后都要遵从陛下号令。当今陛下仁德聪慧，必将带领大宁走出暗夜，迎来光明。是，兄弟们相信大人的选择，誓死效忠陛下。去吧。
庙是专供前朝宫中的云锦。前朝宫中，凤宁好像是前朝皇后的闺蜜。听闻那晚前朝皇后惨死宫中，刚诞下的孩子也不知所踪。如果陛下真的是前朝皇后的孩子，而卓上贤和前朝皇后又有所勾连，那被抱走的五皇子，这儿有一份弹劾掌印大人的奏折，说裴掌印奸佞媚上，劝朕把他贬远一点。言之有理，看来这位大人是位直臣。这儿还有一份，说掌印大人府上美婢如云，经常有放浪形骸之声传出院墙啊。无中生有，这每日忙得脚不点地，陛下，朕冤枉。陛下，督察院左都御史霍大人求见。微臣霍征，恭请陛下上案。霍大人，休沐半月重新上任，可还习惯？托陛下的福，一切安好。有何要事，让爱卿赶在休沐日觐见，一天也等不及。但说无妨。今日秋社，宫外很是热闹，民间搭了齐天台，求来年风调雨顺。臣来是想请陛下亲临祈福，添个好意头。祈福？好，那让青天见，则以良辰吉日。陛下，今日就是吉日，一应事务已经准备齐全，只待陛下亲临。学生新科会员骆文景有冤求告，请陛下允见。学生新科会员骆文景有冤求告，请陛下允见。慢着，让他说。依告督察院院台李长嘉滥用职权，无故羁押荆轲学子，屈打成招。二告大理寺滥杀无辜，无罪判杀荆轲举子秦玉，草菅人命。三告此次主考官泄题舞弊，操纵科举，祸乱朝纲。朕就知道，你引朕出宫必有内情。陛下恕罪，此世子蒙受大难，听闻是清正之名，故而求到臣门下。求陛下彻查学子案，还天下学子一个公道。求陛下彻查学子案，诛奸佞，除阉宦，还天下学子一个公道。科举乃国之大政，此事你不闹出这般动静，朕也会管的。霍征，朕命你亲审此案，凡涉案官员，无论官职大小，一律停职查办，待查清真相，再行严惩。臣遵旨。陛下，钱明与卓上贤关系匪浅，此事定有卓上贤在后面推波助澜。陛下，你有伤在身，免礼。
学生骆文锦，见过陛下，见过后大人。你且向朕细细道来，发生了何事？我与秦玉是同窗好友，接榜那日，我们学子一起看榜。恭喜骆兄中得会员呀！骆兄实乃吾辈之楷模啊！多谢，多谢。我中得会员，素日里才学出众的秦玉却名落孙山。当夜，我伴其借酒消愁。酒阑之后，送其归宅，无意间听到光禄寺少卿之子丁尚文提及舞弊之事。早就拿到了试题，天儿没拿到名字。小点声。我们二人一路跟踪，得知竟是主考官签名谢的题，事关重大。我们去往督察院陈情，岂料反遭督察院院台李长家拘禁，逼我们承认科举谢题一事是诬告，将我们驱赶出城。快点，磨磨唧唧的，走快点！快点！什么背景都没有，还敢去敲督察院大门告状，真可笑！大爷发了善心，才留你们这条狗命，还不快滚！快点！他们一路上对我们百般羞辱。快点走！起来！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玩意儿，能留皇命都是祖坟冒烟。夹着尾巴做人，永远别回家！还不赶紧起来，滚！再回来，老子打死你们！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什么公平正义，在他们眼里都算个屁。本想争取重考的机会，结果被你们闹得这么大，早知道不来了。我怎么这么没用？承认诬告，签了认罪书，如今还在督察院留了底，这下我的出仕之路算是彻底断送了。哼，不认的话，恐怕你连这剩下的半条命都保不住了。罗兄明明都已经高中会员，如今却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事已至此，还是各自离开，自寻生路去吧。我要回京城。我要回京城告状，诸位同学，可愿与我一同回京？谁去谁就是找死！我劝大家别跟着他发疯。哼！我和你一起。我和晴玉决定回城，一路上商量着对策，准备进城，请霍大人替我们主持公道。怎么守卫突然查得这么严？应该是怕我们不甘心，回去闹事。先按计划行事，装成进城讨生活的外乡人。如果被拦下，就拿些银子打点打点。起，站住！进城干什么的？官爷，世道不容易，进城讨个生活。快去，快去！谢官爷，谢官爷。秦玉顺利进城，可等到我入城时，却正好碰上监察使。站住！姓名？还敢回来？说，其他人呢？督察院谢题舞弊，天理何在？督察院谢题舞弊，抓人！天理何在？
都别过来！我身上有火药，谁过来我就点了他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后来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了霍大人，可霍大人去打听秦玉的下落时，带回来的就只有他的尸首。你先好生休息，不要多想。霍征，你从李长家开始调查，仔细审问，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。臣遵旨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有话要单独问他。这件事的来龙去脉，朕已清楚，但朕有个疑问。朕知道，你是个女子。学生欺君，罪该万死。朕有些好奇，你为何要女扮男装来参加科考？学生本名骆文熙，骆文景乃我长兄之名。长兄取得举人功名不久后，便因病离世，家中难以为继。父亲便将我许给了城中一钱庄老板做妾。我实在不甘心，我胸中自有抱负，因而才冒用长兄性命参加会试。你起来吧，朕想听听你的抱负是什么。学生的抱负说出来，怕是会惹陛下发笑，但说无妨。从小我便与长兄一起读书识字，明理修身。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过，若有朝一日，人们谈论一位女子，首先想到的不是贤良淑德、安分守己，而是志向不凡、鹏程万里这等志向之词。那该有多好！所以，我从小的抱负，就是像男子一样立于朝堂之上，修身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若能实现，我死而无憾。你以周慧远，距离朝堂只剩一步之遥，从未听闻过女子上朝堂的先例。这一步于我而言，犹如天堑。你都听到了。陛下在想什么？卓尚贤若想敛财，多的是比科举舞弊更好的手段。他想要的是借科举之徒安插亲信于朝堂，逐步壮大在朝中的势力，意在把持朝政。这么多年，朝中究竟有多少他的人？想必他们早已做好万全准备，不过有一特别之人，或可为突破之口。丁善文，闹得这么大，你才来跟我说这件事，是怕燕王来得不够快吗？机智泄露，为何不斩草除根？副国大人息怒，下官也没料到，就这几个穷学生能把事情闹得这么大，谁也没想到他们真的不怕死啊！烦死了！证据销毁的如何？副国大人放心，一应证据都已销毁，不会有任何蛛丝马迹，相关学子也会守口如瓶的。
你说那些学子来告状之时，是从何处知晓的泄题之事来着？应是从光禄寺少卿丁其渊独子丁善文那儿泄露的。现在人在何处？应该在家吧？应该。大人，护正在府中没等到你，管家拦不住了，说出你在这里，他们正往卓府赶来。李长家，你先随霍生去吧。去了以后，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，你心里应该清楚。辅国大人放心，下官心里有数。坐。本官帮辅国大人这么多年忙，现在惹火烧身，若是本官出了事，那是拔出萝卜带出泥，刮下鱼鳞带走旗，全都没戏呀。火还烧不到你身上，我会去摆平这件事情。那本官就放心了。他呢？谁？我夫人。应该在后院吧。卓副国也来了，不知还有何事要交代？也，还有谁来了？裴长印呐，还要先谢过卓副国。我正不知道这事如何是好呢。还好裴大人来得及时，带着善文出去避祸了。何时来的？去往何处？一炷香前去了城郊的云起山庄。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李大人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羁押学子，以严刑逼迫他们承认其举报的科举泄题一事是诬告，并驱逐他们以掩盖科举泄题一事，最后害死说出真相的学子秦玉，你可认罪？霍大人，你可别像市井百姓一样听信那些谣言。那些学子被扣押不假，可那是因为他们越级告状，需延长。我这是按律扣押，本官只判驱离，已经是念在他们年少气盛，轻判了。至于秦玉，他身怀炸药，企图炸城门，那可是许多百姓亲眼所见的事实，判斩刑不冤吧？把牢门打开。是。二位一会儿有公务要忙，就先离开吧。是。你拿鞭子干什么？原来你也知道怕呀？那你当初对无辜学子们用刑的时候，可想过你也有今天？将你所知有关科举泄题的事情，统统都告诉我，否则我让你尝遍8大酷刑的滋味儿。既然说了也是死，不说也是死，那我便什么都不说。好啊，那我就打死你。
丁善文在，见过福国大人。为何要把他弄到此处来？义父，科举舞弊一案闹得沸沸扬扬，我担心霍征迟早要查到这个蠢货头上，所以我把他提前转移出来，以免落入霍征之手。是吗？我怎么觉得你是另有所图？我对义父只有一片忠心。吾想也是。何必这么麻烦？这样不就死无对证了？这日子啊，过得没一天舒心的。不过，我已经想到了一劳永逸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自然是逼宫。什么时候？这你便不用管了。义父当下不是应该担心李长家被霍征严刑逼供，供出泄题一事吗？李长家不敢说，就算他说了，霍征也走不出督察院的大门。我儿还没告诉我，你故意引我来此，意欲何为？是想在此处设伏，擒杀了我？义父还是不信我。我告诉过你，在这个世上，除了自己，谁都不能信。那义父有没有想过，正是因为你谁也不信，所以导致你在这世上连个知心相交的人都没有？知心？我现在心非常不安。他告诉我，现在的处境岌岌可危。既然丁善文已死，也不奉陪了。追！我说，好，我听。若有一处不实，我便取你性命。科举泄题已有多年，此事最初由卓尚贤牵头，而后他召集了前民。李长家招供了吗？你要去哪儿？进宫见陛下。你对李长家用了重刑，你不怕被弹劾吗？不重要了，卓尚贤此次必死无疑。把口供交给我。裴长义说笑了，你可是卓尚贤的义子。外面被护庭军包围了，这口供你带不出去。裴长义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你到底是忠于谁？陛下，还是卓尚贤？自然是陛下。你说的这些话你自己信吗？你可是亲手杀了我恩师，
这么多年你为虎作伥，十恶不赦，陛下信你，可我不信。我恨卓上仙，但我更恨你。口供我会亲自交到陛下手上，我要你和卓贼一起被凌迟处死，灰飞烟灭，以祭奠我恩师在天之灵。贺延柏没死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师父还没死。时间紧迫，来不及和你解释了。但事情风波过了，我带你去见他。唯愿孩儿于且鲁，无灾无难，到公卿。贺大人说，念出这句诗，你会信我。陛下信，就算你不信我，至少应该信陛下的判断，不是吗？我替你引开他们，你自己小心。我儿怎么能？从那个时候起，你就背叛了我。背叛？不，我们就从未一起过。如今我已满手污血，不如就一起下地狱，至少有间火烤之时，还能痛快些。是输了，可是时间也差不多了。什么？围起来！
跟随陛下，天命所归。陛下说了，之前追随过卓尚贤的人，只要回头，一概既往不咎。待朕重整朝纲，各位仍是肱骨之臣，尽可大展胸中豹。若是有人逆天而为，一意孤行，便只有粉身碎骨的下场。陛下爱民如此，臣心甘情愿追随陛下。若不愿归顺者，若不归顺，别怪我马玉龙不念旧情，视为造反，屠九族。参见陛下，参见陛下。我说今日怎么这么热闹？原来我儿引我去云起山庄，就是为了调虎离山，方便陛下趁机策反。朕深夜前来，是为了收回护庭军虎符。辅国大人认为如何？这虎符如今在老臣手里还有什么意义？既然陛下想要，老臣哪敢不给？只是老臣想知道，这虎符是陛下想要，还是你裴慎之裴大人想要？是你，对吗？你从一开始选择他做傀儡皇帝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拉我下马，独掌大权。我真是识人不明，养虎为患，无可救药。陛下从来不是什么傀儡皇帝，而是当之无愧的一国之君。我裴慎之心甘情愿臣服于他。很好。辅国大人，莫要再挣扎了。那陛下是想要杀我吗？还是说舍不得你那与我对食的姑姑会给我陪葬？事已至此，卓尚贤，你不会以为自己还可以毫发无损的离开吧？陛下想怎么样？朕可以留你一条命，你放了姑姑，留下护庭军虎符。保命的手段，老臣可不敢让。但是这虎符，老臣便赠与陛下。老臣年事已高，也该告老还乡了。陛下，万不可放虎归山啊！公子，霍征死前留下的。或者，你还是没有听朕的话，朕便罚你，早一步化作天上的星辰，守护我大宁朝百姓。朕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，朕一定会替你实现心愿。
是指？大人，宫里来人将府里翻了个底朝天，他们胆大包天，你一定要好好教训这帮不长眼的东西。陛下无需担忧，裴大人伤势未及肺腑内脏，不日必能痊愈。下去吧。啊，陛下，人已到齐。知道。陛下，李长家供词已诵读无疑。钱明，你可认罪？陛下，李长家是胡盘乱咬，科举事关国本，臣万死也不敢造次啊！好，你是不是觉得死无对证就可以不认罪了？朕今日就让你死个明白！来人，传丁善文。草民参见陛下。你不是死了吗？消息倒是灵通啊！朕早猜到你们会对仁政下手，所以在天牢里选了个死囚，李代桃僵。陛下，草民愿检举签名，买卖科举试题，也揭发其他参与买卖试题的考生，只求陛下从轻发落。着右都御史李长家杖毙，革去前明翰林院学士之职，杖毙。丁善文行贿重臣，扰乱科举公平，但举告有功，杖30，从此不得参加科举。谢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卓辅国贪没国帑，结党营私，扰乱朝纲，夺其上父之名，革其辅国之职，收回护庭军虎符，闭门思过，以儆效尤。惩罚既施，便该论功行赏。各位爱卿，觉得骆文景如何？陛下，骆文景乃同科会员，此事明明可置身事外，他却豁出自身前途和性命，只为给天下学子求一个公平，甘愿冒险告御状，胸中有一份浩然之气。德才如此，实乃大宁之幸。臣以为，陛下应当破格封官，予以重用。应当重用。既如此，朕破格提拔骆文景，自即日起入督察院任监察御史。学生谢陛下厚爱，但学生有话要说。他这是女子，这是欺君之罪呀！被女人找来怎么着？真是无耻！学生本名骆文熙，冒用长兄名义参加科考，在此向陛下领罪。陛下，臣以为骆文景虽有揭发辅国罪状之功，但欺君之罪不可饶恕，应取消其会员资格。
予以重罚，以儆效尤。谁说他欺君了？他早已在见朕第一面时，便已告知于朕。况且，这样一个德才兼备、有勇有谋的人才，别说罚，朕还要重用。朕要让他入朝为官，共治河山。陛下，这怎么行？这不合礼法呀！哦，爱卿倒是说说，这不合大宁的哪条律法？既无律法所规，为何不可？陛下，从古至今从来就没有女子为官的先例呀。朝堂之事岂能由女子来掺和？况且这女儿家日式闺阁，就算是读了几本书，哪有什么治国之能力？是吗？可在洛文熙透露自己是女子之前，爱卿们可是对她赞不绝口，说得之时乃大宁之幸。现在只不过是换了个性别，就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你们的理疼不疼？自今科起，我大宁科举将不论出身、性别，有志者皆可报效国家。朕意已决，再有妄议者，严惩。学生骆文熙替天下女子叩谢陛下隆恩。陛下为何愿意帮我？想知道为何？不错，朕的确为女子。你现在可是握着朕的最大的秘密，不说点什么吗？学生冒失犯上，学生有罪。你何罪之有？学生只知，陛下自登基以来，对抗辅国，为民争取土地。再加上这女子恩科的先河一开，不知换来了多少女子新的生路。在学生心中，陛下是明君，学生愿为陛下肝脑涂地，竭力而做。朕见到你时，好像看到了自己。朕身为女子，却为了保命，被迫成为一个傀儡皇帝，这其中所经艰辛，难以言说。你让朕最欣赏的，就是你这份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。你曾提及过，国之栋梁不分男女，这也是朕的夙愿。因而，朕今日帮你，也是在帮自己。朕还需要更多像你一样的人，与朕一道积浊扬清，一起让这个混沌的世道重见光明。学生定为此事，全力以赴。这便是革新的标识，翠花令。朕封你为特使，秘密的、循序渐进的，替朕传递这道密令。上到世子大夫、将军士兵，下到贩夫走卒、屠户农妇，凡愿遵此诏令与女帝同心者，朕皆愿虚足以待，赤诚相帮，共同开创一片坦荡清明。遵命。
辛苦了，听闻今日在殿上很是精彩。在想什么？昨夜我带人赶到卓府找姑姑，翻遍了卓府也找不到她。姑姑的房间只留了一盘棋。姑姑，她在下一盘叫做玉石俱焚的棋，可这副残局她早就解开过，不需要玉石俱焚，只需要棋局保帅。姑姑在告诉我，让我不要管他了。卓上贤拿他当保命的筹码，他性命应该无恙。静怡，我现在担心。自然是逼宫。他会反。此乃皇城，护庭军有万，他如何能反？多年经营者，必有隐藏实力。传，蛰伏千日，令。是。假设他手上真有隐藏兵力，这几人必有动作。若有异动，通往皇城的必经之路便在此处。卓上贤为人奸猾，若私兵并非大军，而是一支化整为零的3000死士呢？这样的队伍不需要养在城外，就在城中，甚至就在皇宫之内。那我若将其下在此处，什么时机才是你最好的进攻时机？你把我姑姑藏在哪里？夫君再不行动，妾身就要怀疑自己的推测有问题了。什么推测？风雨欲来，两相对峙，外面应该是出了大事。是妾身自己猜到的，突然将我关到这地牢里。若不是出了大事，夫君又怎会动妾身这颗保命之气？有你这样的姑姑教导，难怪她能长成这副德行。我看这副残局倒是有些意思，不如告诉我这局该如何解。夫君心智怎会输于妾身？反正闲来无事，不如继续与妾身对弈，如何？换房了。把灯灭了。
跟上，扶住皇帝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一个都别放过！是。别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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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若将其下在此处，空城计。回去了。军，大胆逆贼，私闯进宫，还不束手就擒！能成功。报！陛下，成功了！已将卓上贤暗中潜伏的死士全部诛杀。传令，拔营准备合围。是。大人，怕是要变天了。变什么天？要变也是变成我的天。不好了，皇城中有埋伏，我们的人快撑不住了。皇帝的人还没杀过来，就证明他忌惮敬贤在我手上，不敢轻举妄动。不好了，大人，城外的义林军大军正在往皇城方向杀来。什么？城门正在我们的控制之下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一旦义林军赶到，我们就真的无处可逃了。你难道真的不顾他的死活吗？夫君，你们看起来一副母慈子孝的样子，我以为你们感情多么深厚，现在看来，你们真是虚伪至极。看来陛下让你的损失惨重啊！这些年，你就是养了一条白眼狼。他若是在乎你半分，这个时候怎么会赶尽杀绝？在皇帝的心里，没有什么比天下更重要。我的命，又算得了什么？你倒是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，我就不相信。这刀子要是扎进你的皮肉，挑破你的肝胆，撕破你的肚肠，你还能这么硬气？因为我发现了夫君的秘密。原来裴慎之是前朝皇后的儿子。我猜对了，你不配提他。我说你一个阉人，从哪儿弄来个儿子？你是在找死吗？动手吧，你舍不得，对不对？想逼我杀你？我。快点！哼，原来我一直被藏在卓府的马厩下。夫君啊，你真是疑心病重，不相信任何人。闭嘴！大人，大人，我们得赶紧出发了。掐！
沉沙桥是出城必经之地，我们等义父很久了。义父若是将静贤姑姑溺于城外，今日或许有一线生机。只可惜，你已是穷途末路，插翅难逃了。世间万法，我独信一句，你可知是哪一句？天无绝人之路，人有逆天之时。跳过去，跳！输了，降吧，或许还能留你一命。我今日倒要看看，你更在乎那个至高无上的皇位，还是更在乎你这个姑姑？这几日，我想明白了，一个合格的帝王就得狠心。要舍弃一些东西，毕竟没有什么比权势更让人着迷的，不是吗？陛下，放他后患无穷，杀了他！原来你对我的深情，竟然都是演的。像你这样的人，竟然期待有人会爱你，真是可笑。我们两个真是绝配。陛下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李姑姑，我会厚葬你。好多话想跟你说。姑姑，这7日断肠散的毒性可还满意？他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敢背叛我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就算你赢了我也要你肝肠寸断，痛不欲生。还有你，裴慎之，你是不是忘了你前朝皇子的身份了？各位，裴慎之裴大人，是我亲手从前朝皇后手里抱过来的。是我亲手把他抚养长大，是我叫他伪装成太监潜伏在宫中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夺得帝位。而你们面前这位皇帝，不仅对一切心知肚明，甚至与我们同谋策划了这一切。住手！怎么，你要亲手杀了义父吗？荒谬之言岂可轻信？来人，将卓少贤暂时收押，审问后再做定夺。走。陛下，带我回宫，我想回家。
姑姑，你坚持一下，太医马上就来了啊！我知道。叫你哭的，还和小时候一样。怎么那么一点大的孩子，忽然就长这么高了？姑姑，我们赢了，我们马上就可以过好日子了。你不能走，我不许你走。这么半天了，太医还没到，你亲自去催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不去。去。去。快去！我等你回来。好，照顾好姑姑。我这就叫他回来。这是从何而来？你是前朝皇子。是，我是。你是前朝皇子。我从未想过要害他。只有你是，他才能活。你说什么？孩子，对不起。陛下，臣已无力回天，且安。姑姑，为了我，你这一生都困在宫里，谨小慎微，担惊受怕。我还没来得及为你做些什么，姑姑，这辈子我欠你的，下辈子也偿还不清了。姑姑，一路走好。顺之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。你是前朝皇子吗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因为没有意义。没有意义。无论我是什么身份，都不会改变我的决定。裴慎之，你是前朝皇子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桌上贤是什么样的？他拿捏你如此重要的命脉，你帮我不是等于把自己往死路上推吗？你早点告诉我，我们还可以一起想办法。你现在闹得满城皆知，你不要命了？笑什么笑？我错了。
我应该早些告诉你，我们一同商量的。我安排你出逃了，隐姓埋名，逃到没有人的地方去。陛下，你是知道的，已经来不及了。此事若不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，天下人定会觉得陛下本位不正，到时朝局动荡，还有是血雨腥风，天下大乱。况且我身为前朝皇子，多年来为虎作伥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我不死，天下人难以心安。朕告诉你，再难朕都陪你，只要你活着。臣遵旨。说你能改口，承认之前都是在诬陷裴大人，朕可以饶你一命。陛下是在替我儿子向我求情吗？朕再问你一遍，你改不改口？不改，我也不能改。只要我不改，你们就拿我没办法。在诏狱里活着，不也是活着吗？朕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。朕的承诺已经给到，但朕耐心有限，想清楚再来回答朕。来人，抓人治好他，别让他死。是。臣不敢欺瞒裴大人，当年柳娘诞下的确是皇子，臣亲自看过，绝不会有错。陛下登基不久，卓辅国。卓贼亲自查阅了陛下的生辰八字及身体详录，并未指出任何不妥之处。臣做错了什么，裴大人？这手册是否还有誊抄？没有，只此一份。王太医操劳了一辈子，是时候告老还乡了。臣早有此意，谢裴大人成全。你是前朝皇子。原来李姑姑早就知道一切。只有你是，他才能活着。李姑姑将前朝长命锁给我，是在保护锦衣的真实身份。我是卓上仙从前朝皇后手中抱走的。吾皇子生日正好与我的生辰差3天。所以宫变那日，是前朝皇后亲自调换了阴函，我才是当朝武皇子。而锦衣的身份是真正的前朝遗骨。来了。我怕死，当然要来。原来你也怕。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会如何证明你的身份，如何置你于死地的？好，你告诉我，我便放了你。裴慎之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天真，特别好骗？虽然我败了，我也一定会拉着你这个逆子一起下地狱。好。
一拜，谢你当年救命之恩。二拜，谢你多年养育之恩。三拜，是我为你送行，我不会为你收尸，也不会为你立仇。这天下再无人记得你，无人祭拜你，这便是你的结局。说了这么多，你以为我会难受吗？真是可笑！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是如何证明你身份的吗？来，我现在就告诉你。根本无法证明。梅深知，你以为你是他的孩子吗？你说什么？想知道？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？倘若我死了，有个人会立刻成为你的催命符。以此人的身份，只要他开口，所有人都会信。你就是前朝皇子。为什么？如此，甚好。只有死人才能守得住命。来的正好，帮我看看这部戏怎么样。其实你本可以扭转乾坤，但你对这颗棋子情有独钟，为了保它，最终反被其所累。这枚棋子几次在紧要关头助我脱困，我对它确实有些割舍不下。身为帝王，必须狠下心权衡舍弃，无论那个人是谁。如果我是那样的人，裴大人当初会择我为帝吗？我将他杀了。你杀了卓尚贤，为什么？你忽然处死他，百官更会认为你在杀人灭口。这是我们父子二人之间的恩怨，就不与陛下说了。裴慎之。
臣来伺候陛下更衣。你这是做什么？莫不是当太监当上瘾了？臣就是喜欢伺候陛下，陛下不乐意吗？没有。那好吧，准奏。陛下身姿挺拔，容貌俊美，想必是随母亲多谢。不知陛下的母妃是怎样的人，可以和我说说吗？我的母妃，在我年幼时就因病离世了，我对她的记忆已模糊不清。但李姑姑曾告诉我，她是个端庄秀丽的美人，在她神志清醒时，会温柔的为我哼唱童谣，哄我入睡。为什么忽然问起她？没什么，只是好奇罢了。你今天怪怪的，今日就别去上朝了，再吃避避风头。好，听你的。那我去上朝了。等你回来。陛下，为何裴掌印未来上朝？他同朕设局诛杀逆贼卓尚贤之时，身负重伤，会告病数日。听闻昨夜逆贼卓尚贤在狱中畏罪自杀，此事可为真？是，朕亲自去查验的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陛下亲自查验，臣没有疑问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准奏。陛下，臣要参内廷掌印太监裴慎之，他与卓尚贤沆瀣一气，趁先皇病重之际，把持朝政，借刺客一案铲除异己，清洗朝堂，维护卓氏一党，销毁证据，埋没真相。此等罪大恶行之徒，望陛下除之，而令天下后快。朱清有所不知，自朕即位以来，裴慎之曾屡次在暗中助朕渡过难关。从军来村之困、学子冤屈案，再到剿灭卓尚贤叛乱，皆有其鼎力相助。他虽曾有过失，但其功绩斐然。朕有意以功抵过，放他归隐。望朱清能体谅朕之心意。没错，臣亲眼看见裴大人将卓贼打翻在地。试问，你们哪个有这个能耐？整天就知道在这打嘴炮。陛下，臣还是认为裴慎之该杀。虽然裴大人功绩斐然不假，可之前他恶行。
一起上路，彼此明鉴。郑大人，郑大人，传太医，求陛下诛杀裴慎之！求陛下诛杀裴慎之！求陛下诛杀裴慎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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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再逼朕！朕意已决，此事不再议，退朝。陛下。陛下下朝了，今日可还算顺利？顺利，没什么特别的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臣无意中捡到的一株植物，最初的时候脆弱不堪，可养着养着，竟然开了花，结了果。臣刚刚尝了一下，原来它的果实酸中带苦，留有余甘。当然，苦尽必定甘来。裴慎之，你可否答应朕一件事？可以。你还没问朕是什么？君之所愿，便是吾之所愿。朕想娶你。偷偷拜堂成亲，可以吗？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李成，得其如此，何其幸哉！得其如此，何其幸哉！布置的有些简陋，陛下不会怪我吧？朕恕你无罪。可惜我没名没分，待陛下重新登基之时，可得给我一个大大的名分。爱妃想要什么名分？臣妾想一想，怎么着也得是一个爱妃吧。哦，那朕不是还
陛下，郑大人如何了？回陛下已无大碍，但大臣们依旧跪在殿中不肯起来。去吧。是。陛下，文武百官已绝食2日，依旧在大殿跪着。他们愿意跪，便让他们跪吧。是。陛下，周穆大人说，他有一人能证明裴大人并非前朝遗孤，请陛下速至大殿。周穆带来的是什么人？是为前朝皇后接生的稳婆。陛下，臣想去见见他。你怎么如此心急？有一线生机，当然心急。朕和裴仗义马上就去。是。将你与我说的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陛下。奴婢刘春芳是前朝中专门负责接生的稳婆，先帝登基前夜，正值前朝皇后生产之时，奴婢负责给前朝皇后接生。当夜混乱，奴婢给前朝皇后接生完之后，由于害怕，便偷偷躲了起来。不过前朝皇后生子之时，奴婢记得很清楚胎儿的模样。她有一颗眼下痣，此子应正是裴慎之裴大人。周穆，你敢故意诓骗于朕？非如此，陛下不会见我，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这稳婆你从何处寻来？回禀陛下，是稳婆主动登门我家，将此事告诉于微臣。主动寻来？是，稳婆身份有敬事房登记在册的名录为证，臣依照专人核验过，确为真本。朕问你，你既为前朝宫人，为何突然冒出来执政？你就不怕死吗？奴婢感知裴大人恶行，人人得而诛之，真是大义凛然。朕再问你，前朝皇后产子，你只见过一面，单凭借一颗眼下痣就认定了婴儿就是裴大人，你何敢如此大放厥词？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出来执政？我的确是前朝皇子，此乃前朝皇室代代相传的长命锁，足以证明我的身份。裴慎之，放开陛下！裴慎之，你跑不了的！
快放了陛下！没打算跑，为山逆贼篡权，屠戮我满门亲眷，死得血海深仇，我岂能不报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将裴慎之押入大牢，天后发落。这人呐！我是人物。裴慎之，你为何不敢抬头看朕？臣没有不敢看。别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卓尚贤杀人诛心，这些年来，我在他身边，早已被外人视为一体。无论他的话可不可信，当他开口的那一刻，我的命运便已经注定了。你骗我！我没有骗你。你再骗我！你当初明明答应了我，要坚持下去，为何在朝堂上忽然反口？文婆当时到底想说什么？你为何要杀了他？裴慎之，你抬头看着朕。我不知道他要说什么。陛下，我累了，我不想再坚持下去了。我一直希望能够遇到一位明君，一位心怀天下，可以给这个天下带来安定之人。我很幸运，我遇到了你。我已了无遗憾。我呢？我怎么办？我的一生好像一直都在被推着往前走，被迫为帝，被迫自保，被迫反击。可是当我有所期待，我想要获得什么的时候，却只能面对失望的结局。我想要保护姑姑，保护你，可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杀了我！裴慎之这个人，该死了！望陛下成全。裴
慎之，这是你第2次放弃朕了。前朝余孽裴慎之勾结卓上贤，谋害先皇，陷害皇子，罪行滔天，罄竹难书，尽顺民意，判万箭穿心之刑，以儆效尤。谢陛下成全。行刑！裴慎之，裴大人是来杀我吗？爱恨几笔风萧月如钩，不休。舍利不护，这个观点倒是很新奇。真的，你也觉得可行？不休。乾坤落，不问来去，不没因果。裴大人是你是我还是否曾信任于我？从未。朕是这个国家的君主，臣民无罪而遭刑，朕不能饶。不要望少年回眸一幕，重伤皆俯首。我在乱世之中，黑夜尽头，做着天下最孤独的梦。往前走，别回头。陛下从来不是什么傀儡王，而是当之无愧的一国之君。我裴慎之心甘情愿臣服于他。不要望少年回眸一幕，重伤皆俯首。我在乱世之中，黑夜尽头，做着天下最孤独的梦。往前走，别回头。我知道你想要的路是什么，我会一直走下去的。你听见了吗？陛下，好神采！陛下，请看。这是响应退化令的人员名单，上至朝廷重臣，下至市井百姓，皆愿为陛下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均是一团火，散射满天星。今日后，无人可再阻陛下。好，明日便请若卿共同见证此间盛事。郑大人，你可知近日疯传之事？竟有谣言称陛下乃女子之身，说得煞有介事啊！周大人，现在女子都能入朝为官，坐上龙椅，又有何不可呀？哎，此话若是传入陛下耳中，怕是不妥啊！陛下驾到！走吧。郑大人，
你今儿个话是不是有点多了？哎，你们看，这人居然可以做合体的，你想象。诸位爱卿，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当今圣上竟为女子，简直荒唐！除了周大人，还有谁有异议？臣等誓死拥戴陛下为帝。臣等誓死拥戴陛下为帝。臣等誓死拥戴陛下为帝。臣也誓死拥戴陛下为帝。谋天下生民之福祉，期万世江山之宏图，朕与诸位同勉。吾皇万岁！吾皇万岁！冯大，小心着凉。盛世一片太平，是我们想要的样子。